贪婪、恶毒、虐待继子，果然不愧是反派角色中的炮灰存在。没爹没娘的小也没了，以后还有后娘打你们。嘿，来！就是啊，不给你们饭吃还打你们，后娘就是坏。我娘说了，周家7个孩子，2对双胞胎长得都好看，那后娘肯定会把他们卖了换钱养自己的弟弟。四丫看着懵懂的小双胞胎，远远的看到了自家后娘怒气冲冲的往这边赶来，却发现穆大丫没有着急训斥他，反而想也没想跳入了水里，直奔周二郎而去。他不会水，想着伸手将孩子拉回来就好。穆大丫将周二郎朝岸边推去，却被周二郎一脚给蹬到眼睛，吃痛松手。这边周大郎过来将弟弟拉回岸上，穆大丫却沉到了水底。村子里有人听到动静，急忙赶来，将人拖上岸，才发现人已经没了气儿。呸！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，死了就死了，少一个人吃饭，我们还能多吃一点。他好像是为了救二哥。大哥，他是不是……莫小暖狠狠地吐了几口水，睁开了眼，脑子里的记忆一下子涌了进来。什么救我？我看他就是想要自杀，还想带着我一起，不会水还跳水里，要不是大哥出手，我才真的是死了。一股火气冒了出来，穆小暖突然坐起身，双眼四下寻找合适趁手的东西。小白眼狼，果然是从小就坏啊！我还非得替原生好好教训这些小白眼狼一顿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凭什么打我们？哼，老娘就该让你在河里淹死！费劲救你，你倒好啊，想着把我往河里踹。不是说后娘恶毒吗？那正好，我就恶毒给你们看。做什么呢？这打孩子没有你这么打的，就算你是做后娘的，也不能如此。这孩子做的不对，你好好教就是了，怎么能动手呢？哎呦，刚才这个孩子可是想要我死的，连个后娘都不喊，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谁稀罕谁家带去养去，老娘不欠你们的，更不欠你们周家的，我还没嫌晦气呢。哎呀，文生家的呀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呀。别，我可还没有正式进门呢，叫我穆娘子。你是我奶奶花了10两银子买回来的，我奶奶说了，你就是来我们家为奴为婢的。10两银子5两都是借的，你以为你们家有什么钱，还要我为奴为婢？老娘心好，又是干活又是给他们办身后事的，没占你们家一点便宜。不想跟你们废话了啊，别什么脏的臭的都往老娘头上泼。你们娘是生孩子死的，不是老娘害的。我过来的时候，你们娘都下葬好几天了。那些乱嚼舌根子的也不怕肠穿肚烂，说我这个后娘歹毒。你们心肠好，那就把孩子接你们家去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，我现在都能把他们塞你们家里。文生的死和穆娘子有什么关系呀？你们要是再瞎说闲话，就去祠堂跪着去。大郎二郎，去给你们娘跪下认错。大郎二郎，去给你们娘跪下认错。别，可别啊！我可受不起，我就是个后娘，这些孩子都不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那恨不能杀了我的眼神，谁爱养谁养去。当老娘图你们周家那破房3两间啊，连口饭都吃不饱，还要给他们累死累活的干活。村长，你不如直接替他们周家给我放弃书得了，我自归家去。要知道，正是这一群未来反派让原身凄惨悲凉死去的根源。他穆小暖疏川可不是为了重新走一遍凄惨路的。大郎二郎，还不给你们娘道歉？难不成你们真要成了无人管的孤儿，有娘才有家？她不是我娘。行了，
我这心也是被伤透了。村长你也看到了，这可不是我这个后娘想走，是他们容不下我。这孩子也是一时没了亲人，所以钻了牛角尖。母娘子先家去休息，我这个当伯伯的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你既然已经进了周家，那周家就是你的家，他们就是你的孩子，哪里能那么轻易放手？穆小暖见状空手回去了。至于几个孩子，他看都没看。行了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在这里干什么呀？你们两个去把弟弟妹妹都带过来，今天我跟你们好好说说，别总是这么犯倔。村长伯伯，我们错了。我看你们根本就不知道错在哪儿了。你们觉得人家害死了你们爹娘奶奶，那跟人家八竿子打不着干系。你们家那3间破房子再不修，住人都没办法住了。有2亩地不错，但是你们那么多的人吃饭都不够的，还要交税。你们现在是能种地还是能赚钱啊？没有了这个后娘，你们啥也不是。人家嘴毒了点，但是小妾还活着，你们也没饿死。除了今天这顿打，之前人家打过你们吗？后娘早出晚归的，总能带点吃的回来。行了，你们自己回去好好想想，想通了就去给你们后娘认错。有那功夫去仇视，还不如学着怎么种地填饱肚子，能赚钱再说。谢谢您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现在就回去跟后娘道歉。你为什么丢小七自己在家？你知不知道小七差点被野猫吃了？什么叫我丢下小七啊？别忘了那是你们的妹妹，她包括你们都不是老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崽子。说的好听点，我是个后娘；说的不好听，老娘跟你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说吧，不是有一大堆的话要说吗？老娘给你们机会，你们说完了，老娘也正好好好跟你们说一说，免得日后全都跟白眼狼一样，还以为老娘欠你们的。你是我奶奶给我爹花了10两银子买过来的女人，就该照顾小七，照顾我们。你克死了我们奶奶还有爹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二弟，给娘道歉。娘，二弟刚才确实冲了一些，但是都是因为看到小七危险，所以才这样的。之前是我们不懂事，听信了他人的话，但是后娘这样丢下小七出门，是不是不太好？小七差点就没命了。说完了。穆小暖看着周大郎，果然不愧是后来位极人臣的权谋家，小小年纪说话就如此阴阳怪气，会推卸责任了。首先别叫我娘，我就是个后娘，但是呢也别不把后娘不当娘，一个孝字能压死你们。不想认我这个娘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只要给你爹守孝3年，你们不认也要养我。当然不想养我也不是没有办法，你爹还没有出热孝，我现在改嫁自请下堂也可以。你们这个家所有的银钱还有田地的产出都拿去办丧事了，没留下1文钱，连吃饭都是问题呢。庄稼还是我出力收回来，村长作证卖了买棺材的。可别忘了你们家还欠着饥荒呢，也不知那2亩地都赔给人家够不够。周大郎眼里都是阴郁，手不自觉地握紧，地绝对不能给别人。既然你们如此有主意，那不如就请了村长族老过来，把这个家清算了，免得你们觉得我占了你们便宜。你们不会是不敢请吧？娘，我们错了。这个娘我可当不起啊。怎么，不想我走了？叫后娘。你们记住啊，我只是你们的后娘，所以不要期待我会将你们当成亲生的，毕竟我也没有想过要你们把我当亲娘。吃老娘的粮就得给老娘干活，谁要是干那端起碗喊娘放下碗摔筷子的事儿，我就直接给他丢山里喂狼去。我说到做到。看了一眼床上小猫崽子一样的孩子，估计是饿了，那叫声又细又小的，
感觉随时会断气一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的衣服自己洗，家里的家务也归你们做。我不喜欢脏兮兮的，谁要是身上长了跳蚤，我就把他头发剃光了。卫生这一点真的是最让穆小暖受不了的。末世的时候清理丧尸，他都会将自己洗干净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负责做饭喂猪，老四看小七，带老五、老六在家里收拾卫生扫地。白天嘛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跟我下地干活，别想偷懒啊，否则所有人都没有饭吃。一个人偷懒，其他人也不能吃。我们不会做。不会做就学嘛。怎么，难道还能有人天生就会啊？老娘该你们的，还想白吃白喝老娘的。老娘不怕你们养老，你们倒是想要抱着我把我骨头都给啃了。去烧火，现在就开始学，老娘是不会白养你们的啊。为了避免浪费食物，先从煮粥开始，多放水少放粮食，粮食多少我会每日固定拿出来的。点火他们会，毕竟男孩子嘛，少不了调皮，抓点鱼虾在外边烤了吃。但是正经烧灶，这却是第一次。塞那么多干嘛？打柴火不要力气吗？周大郎只好又将柴火拿出来一些，然后用火石点火，擦了好几次才点燃。结果还没放进灶里，就烧到了周二郎的手，他连忙丢了出去。要不是穆小暖动作快，柴火垛子都要点燃了。怎么，就这点本事啊？火都点不燃，还准备烧厨房，你们有什么用啊？拿过火石一擦，就点燃了引火的松针，一丢就进了灶里。行了，怎么点火我也教了你们了，现在往锅里添水，把米淘了，水开了倒进去就行。穆小暖交代完，又去村子的赤脚大夫那里要了一瓶药酒。厨房里没了穆小暖的身影，周二郎再也没忍住。哥，我们为什么要做？把他赶走不行吗？我好疼啊，从小到大娘都没有打过我们，他凭什么打我们呢？小声一点，别让后娘听到了。再忍一忍，谁让我们还太小了，等我们长大，将这些仇都记住，说是他一直这样对待我们，将来也别想我们给他养老。连粥都能煮糊，穆小暖觉得也没谁了。要知道末世的时候粮食珍贵，哪里舍得这样浪费。把粥草剁了放锅里煮，弄好了才能吃饭啊。这就是你们今天的饭。本来那头猪穆大鸭也想卖了的，虽然瘦小了一些，但是这个家里已经没有口粮了，能换一点是一点吧。那猪的大小啊，还不如末世里的变异鼠肥美个大。已经洗了澡的孩子终于等到可以吃饭了，虽然粥糊了，但是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进食，毕竟今天的粥没放野菜。不洗澡不许进屋睡觉，记得把碗洗干净。穆小暖丢下一句话，自己先进屋睡去了，房门一扣，才懒得去管这些孩子。周四丫看着周小七，周小七喝了米汤又睡了，没有丧尸嚎叫的声音，这一晚睡得格外的好。大哥二哥，后娘说让你们做饭，要是不会做就都饿着。后娘说粮食已经放锅里盖着了，淘洗一下，然后放5勺水就行，大火烧开，留小火慢慢煮着，煮烂了就可以了。什么？还要我们做饭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不要胡来，你忘了我们要留住他了吗？不过是做饭而已，烧火我们昨天也见过后娘是怎么做的。你去淘米，小心点别浪费了，我来烧火。周大郎顺利地将火点燃了，周二郎也打了水放锅里。对了，大哥二哥，后娘也拿了药酒，让你们自己擦一擦。昨晚我看你们睡了，所以就放在床头了。穆小暖从外边回来之后，看到锅里没有糊的粥，满意的点了一下头。熬得还可以，看来也没蠢到家，这不就会做饭了吗？一会儿除了四丫在家看小七，都给我去地里去。地还是要种的，不然冬天吃什么？穆小暖让周大郎负责挖坑，让周二郎、周三郎负责点种子，最小的2个就盖土。
教了一遍之后，穆小暖就去挑水了。嘿呀，怎么能够让你们小小年纪就下地干活的呀？这后娘真不愧是后娘啊！当初你们亲娘还在的时候，可舍不得让你们兄弟下地，现在就这么搓磨你们，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对你们呢。哎呦，可怜见的，这都瘦了都。王大娘这么闲，还是去别的地方找人说话吧，我们还要种地。周大郎淡淡的说了一句，然后带着弟弟们继续干活，但是仇他记下了。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的呀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你们好吗？哪个后娘不是这样的？你们等着吧，早晚他是要饿死你们的。可不是嘛，后娘不是娘嘛。你要这么可怜他们，不如接你家去养。我这个后娘不好，你这个隔壁的大娘好。我把他们7个都给你送去，你心好就把他们全接家里养着呗。我昨日就在村长面前发了话了，要不然我去请村长做个见证。哎呀，吓死人了！你是鬼吗？走路没有声音的，谁要养他们了？晦气！哎，别走呀，话还没说完呢。干什么啊？继续种，一个冬天的菜，不多种点饿死你们。之前你们扎鱼的鱼叉呢？我在家好像没看见。在柴火垛子里。周大郎没有错过王大娘的话，原来他们的存在就是晦气。那面前这个女人，她为什么留了下来？穆小暖找到了鱼叉，来到了河边。因为异能的原因，他现在假装自己是一棵树，叉子迅速地扎了下去，抽起来的时候，鱼就挂在了鱼叉上。又扎了2条，桶里差不多有10来斤的鱼了。穆小暖这才挑水，先回了家。来来去去5个来回，2个水缸这才填满。穆小暖这才挑着水去地里了。浇水，一勺5个坑。你们将这一块种完，不种完中午不许吃饭。周二郎抬头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穆小暖的背影。大哥，那个女人刚才是说有午饭吗？可是一天不是只有2顿饭吗？叫后娘，以后要是再叫错，罚你不许吃饭。明天后娘说嘛，种完这一块，与其在这里瞎想，不如先把活做完，别连晚饭都吃不上了。前头那个留下的娃娃还不满2月呢，这怎么着都是一条命嘛。武大娘家刚好也有个奶娃娃，借一些喂喂，养大了多少也能换个礼金不是？这些就当我先投进去的。哎，穆娘子，你这鱼是怎么抓的呀？那河里的鱼可是不好抓的呀。用床罩子拢的，也是运气好，还是要费些功夫洗。哎，行了，不跟你们说了啊，我还要赶着下午种地呢。大娘在家吗？是穆娘子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去洗床罩子，捞了3条鱼，想着托您家给孩子多吃几天。你确定要用这鱼换？确定。啊，那行，这个月呀，你早中晚都把孩子送来吧。哎，太谢谢您了。这鱼您看放哪儿啊？铁柱啊，拿个桶来装鱼。哎，娘，桶来了。哎，那大娘我就先走了，床罩子还在河边呢。哎，刚才忘了问穆娘子，她那做鱼的法子卖不卖了？哎，算了，下次再说。娘，我只怕是要提前回镇上了，下一次回来再来看你。啊，行，跟翠儿说一声啊，换了钱呢就买粮回来，不然过冬了没粮食。知道了，娘。用草木灰搓干净，搓不干净就给我用脚踩，直到洗不出黑水才行。哎，这哪来的鱼啊？哎，看着还真不错啊。原来是您呀，小的刚才只顾着将鱼送到后厨了，这是我们淞沪河里的鱼呀。这鱼不错，一鱼3吃最为合适。哎，掌柜的，这鱼我定了，1鱼3吃，你看着做，做得好啊，今儿这10两银子就是你的了。这要是做的不好啊，您可就得小心口碑喽。哎，好，您放心。哎，铁柱，还愣着做什么？把鱼送后厨去。掌柜的，这鱼是为一老仙抓的，
我这也是想要问问大厨收不收？您看……废什么话，快送去，少不了你那老乡的。好嘞，小的这就送去后厨。王大厨，一鱼三吃是刘涛爹点的，您看着做。又是那糟老头子坏得很，他这一鱼三吃，只怕不是说了一种鱼3个吃法。不过他也没说3条鱼都做了。哼，等着，今天非得整治整治这糟老头子。刷锅洗碗，猪草剁了，到锅里煮一下，然后倒出来放到不烫了再喂猪。一个人提不动就2个人抬，不洗澡不许进屋睡觉啊。以后你们睡西屋，我睡东屋，四丫看着小七睡堂屋。这种能够安心睡觉的感觉太好了。四丫继续照顾小七，一会儿我烧些热水，你给小七擦一擦，免得后娘不高兴。我跟老二喂猪，老三带着老五老六洗澡，然后把今天的衣服泡起来，明天好清洗。等把猪喂好，2兄弟都累出了汗，洗了澡也顾不上洗衣服，丢一起泡上，然后赶紧回屋睡觉。褥子白日里也晒了，有太阳的味道。不知为何，一群孩子觉得好好闻。穆小暖修炼回来，就看到了身上散发着臭味从猪圈里出来的周大郎几人。可以。捡2个野鸡蛋，煮1碗鸡蛋汤出来，1瓢水，烧开把蛋敲开，到锅里搅开就行。不要把蛋壳弄掉进去啊！煮好了叫我告诉你们放多少盐。看好了，1勺水就放这么多盐就可以了，多了就咸了。把昨天拔的小葱拿过来，切小撒进去就行。1人1碗，你们自己分啊。吃饱了，今天跟我去捡栗子打松子。栗子耐放，剥开了放米里一起煮，也能当粮食吃。而松子油脂含量高，可以用来做松子油，也可以当零嘴吃。四丫，你带着弟弟妹妹在家，把尿介子洗了，桌子擦干净，地板扫干净。这才走了几步路啊，就成这个样子了。当初还想赶我走啊。站远一点啊，我先把树上的栗子敲下来，然后你们再过来捡。带壳的用棍子撬开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将这2棵栗子树的栗子捡干净，只要地上没有虫眼的，都给我装麻袋里。装多了扛不动就装一点，倒到1个袋子里。都别走远了，免得你们大声喊救命，到时候我听不到。为了山里的狼了，可就只能怨你们自己倒霉了。穆小暖丢下一句话，将镰刀留给了3个孩子。穆小暖准备将小孩手臂粗的树枝给砍了，到时候用来围院子。捡栗子的周大郎3人一开始还是有些害怕的。大哥，他不会是想要将我们丢在山里喂狼吧？不会，要是让我们喂狼，就不会费这功夫弄着一地子栗子了，还给留了镰刀。快捡吧，要是一会儿他回来了，做得慢了，小心没饭吃。直到听到了砍树声，那声音离他们不远，这3个孩子才放下了心来，后背背着背篓，肩上挑着装满松塔的麻袋，他便回到了栗子树这里。行了，把你们手里的麻袋提着跟我下山，这一袋先放这儿，一会儿我再来。你们回去呢，把中午饭给做了，把衣服洗了。别以为我没有看到你们把衣服泡在盆里还没洗呢。然而穆小暖到了山脚，直接加快了速度，没一会儿就把3个孩子落下老远。后娘回来啦，四丫收了开水，后娘您喝一碗。收拾的不错，以后会更好的。那个背篓里面有野梨子跟柿子，你们1人1个。一会儿你3个哥哥就回来了，让他们煮饭，中午继续熬粥。把背篓里破了的蘑菇捡出来洗干净，一起煮了。还有那几只小鸟也拔了毛，弄干净一些，等我回来弄。好的蘑菇就装到篮子里面，用草垫一下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后娘。行，我把小七送去武大娘家啊，你们在家吧。大哥，后娘让你煮饭。四丫正在小心地分拣蘑菇，后娘凶凶的哟，所以必须小心一点。知道了。大哥，后娘说要把这些蘑菇洗干净了，放进去一起煮，还要把这几只小鸟的毛拔干净了。老三洗蘑菇，
老二把鸟弄干净。思雅，后娘还交代了什么？后娘说还有果子，一人一个。等后娘回来再吃。思雅，来淘米。铁柱啊，你那老乡还有没有办法抓到这样的鱼呀？这一条鱼我给100文，不过都要今天这种品质大小的。这100文钱啊，是给你的赏钱，以后好好干啊。这鱼不好抓，不过掌柜的放出这话，那想要上门送鱼的肯定少不了。小的回去替您问问。也行，你本来今天是休息的，提前来了半日，现在赶回去还能摸黑到家，明日中午前赶回来就行，就当补今天的。掌柜的，您看这样，我今晚先不赶回去了，明日一早收拾好了，我再借着牛车往回赶，顺便往家里送点粮食。也成，也别去别的地方借了，就用酒楼的牛车。若是遇到好东西，吃点回来也成。这事情办好了，我让你去厨房帮忙去。好嘞，那小的这就去收拾去了，顺便把地给扫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哟，铁柱啊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我先把粮食搬进去，您先进屋，儿子一会儿跟您说。那鱼卖了，我原本以为能卖个几十文呢，没想到被10克给定了。掌柜的高兴，鱼做成菜卖了10两银子一条，给了我一条鱼100文的高价，还另外给了我100文的打赏。300文儿子拿来买粮了，有了这些粮食，够咱们家吃到来年春天了。这还有100文，娘收着。哦，怎么会那么多呀？都是酒楼的老食客拱上去的。不过这鱼咱们家是占便宜了，儿子考虑了一晚上，还是决定先买粮，不然到了冬天粮食涨价了，咱们家怎么过啊？不过也有好消息，掌柜的说是还能抓到这样的鱼啊，一条100文收了。儿子想着咱们家占了便宜，不如让翠儿吃好一些，然后帮着把那小丫头喂到冬天，娘觉得可成？都是穷害的。哎呀，成，就是辛苦翠儿一些，以后那母鸡下的蛋都给翠儿吃。鱼的事情进村子儿子还没有透露出去，想让娘先跟木娘子透个话，说是能抓到那就送镇上克莱香就行了。成，不过这事情还是要打紧了问了。你能待多久啊？中午的时候那木娘子会抱着孩子过来，倒是合适说话的时候。那儿子等一等。铁柱兄弟在家啊，又要麻烦翠儿了。是木娘子来了，来进屋。这个大娘可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啊？周铁柱将克莱香掌柜收鱼的事情说了一遍，武大娘又将自家的决定也说了出来。这样啊，这鱼若是我自己去卖，肯定卖不上这个价钱的，那是铁柱兄弟应得的，反倒是我该谢谢大娘一家。这鱼还真有几条，我挑水的时候之前做的陷阱抓到的，今天一早进了山，又捡了一些蘑菇，想着中午带去镇上换钱买粮呢。托了铁柱兄弟的福，一会儿正好蹭个车。木娘子，有个事儿我还是提醒你一下，今天进村的时候不少村里人都看着的，等你再一去，这卖鱼的事情只怕是瞒不了多久了。掌柜的现在喜欢这鱼，说是数量少了，少不得让别人送，到时候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这河里的鱼又不是我一家的，更何况我也没那功夫天天去抓鱼啊。冬天的柴火要打，院子要弄，还有一堆孩子。就是这事儿最好还是经过村长的嘴，免得大伙儿一个劲儿的往深水里走，出了事儿可担不起了。那太好了，这事儿我就去跟村长说。木娘子大概需要多久？我得赶着回镇上，不然耽误了上工。很快，孩子应该也快喂好了，我抱着回去，一会儿就提着鱼跟蘑菇下来。我去镇上一趟，你们下午就在家。记得打猪草，把鸡圈清理干净。我到时候看能不能抓一些鸡回来养。姑娘还没吃饭，屋里的饭菜是你们今天2顿的，那小鸟先放好，等我晚上回来弄。为了不被闲话，武大娘也跟着一起。穆小暖看着克莱香，最终没有走进去。很快，周铁柱将卖鱼跟蘑菇的钱送了出来。
麻烦周兄弟了，家里还有孩子，我一会儿跟大娘买了东西就回村。你放心，我会将大娘送到家的。其实木娘子那炖鱼做的就很不错，要是能够……那是乱炖出来的，哪里有人家大厨做的精细好看？哎，周兄弟别说了，武大娘，咱们赶紧吧。穆小暖跟着武大娘卖了布匹，然后去了杂货铺买了不少需要添置的东西，又买了粮，这才回家。此时周家村的人正在河里忙着捞鱼呢。也就是这时候，周家迎来了意想不到的人。娘，一会儿您可要拿出做长辈的架势来，一定要将那小贱人给压住了。牛来才在赌坊欠了钱，家里拿不出来，牛家母子决定过来将那周文生后娶的赶出去，霸占周家，将几个孩子给卖了。姥姥、舅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我这可怜的外孙，你们那后娘呢？啊，怎么能让你们干活？姥姥这就给你们讨个公道。姥姥，你跟舅舅怎么才来呀？我都快要被后娘打死了，你看我这腿上这些都是后娘打的。哎呀，个黑心肝烂心肠的，敢打我外孙！大牛，一会儿好好教训他。哎，大郎，你那后娘呢？后娘出去了。姥姥、舅舅，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？周大郎不像周二郎那样傻，他还记得爹娘走的时候，姥姥跟舅舅都没有来。你这孩子啊，你那是怨姥姥跟你舅舅吗？哎呀，这都是穷闹的，那哪里是我们不想来呀？家里秋收耽搁了，姥姥知道你娘没了，大病了一场，这不好了一些就立刻来了。大郎啊，从前我和你奶奶不对付，但是对你们还是好的呀。这次来呀，就是想要看看，将你们接去牛家村儿，免得你们被后娘给蹉跎了。对，这次来就是想带你们回牛家村的，有舅舅在，怎么都会把你们拉扯大。现在就收拾东西跟舅舅走，你们舅妈都在家做饭了，盼着咱们回去呢。大哥，我们跟姥姥走吧，我不喜欢后娘。大郎、二郎啊，来来来，舔舔嘴儿。这些日子呀，可苦了你们了。你们跟着舅舅先回家啊，姥姥在这里呀，等着你们后娘，替你们好好教训她一顿。哎呀，那东西也别收拾了。大牛，你先带着大郎、二郎，还有五郎、六郎回家，娘在这儿看着。一会儿啊，让你媳妇儿过来，你在家照顾好几个孩子啊。舅舅带你们再去买点饴糖啊！太好了！来4块饴糖，老规矩。好嘞，4块饴糖，来客喽！说好了，这盘2对双胞胎，不能少于这个数。知道了，下次再有货可以老地方见啊！还有3个，2个丫头辫子，1个小一点，不要多，这个数。要是行，晚点给您送过去。看货说价。你去周家村给娘帮忙，我去将赌坊的钱还了。赌鬼一日不赌都难受。牛来才说完话，连口水都不喝就出了门。牛母在周家摆着长辈的派，让四丫又是端水又是干活的，将那锅里剩下的饭菜全吃了，一脚踢开了门，动手就是翻箱倒柜。姥姥不可以，后娘会生气的。四丫脑袋撞在了墙上，疼得哭了起来。晦气，哭什么哭？别妨碍老娘！在外边愣着干嘛？快点进来帮我找，把地契、房契找出来。妹妹，你们是谁啊？快来人啊！呀，憨魂呢？还不去把那小贱种的嘴给我堵住，1个2个的就会哭，把人给引来了怎么办？婆婆，来财他拿着钱又去赌坊了，儿媳担心。百
败家玩意儿，你怎么就不拦着？穆小暖背着东西到门口，就听到了屋子里的声音，将东西放进了空间，然后直奔村长家。村长，我们家遭贼了，您赶紧带人去抓贼，现在贼人还在家里呢。什么人这么大胆，这个时候进村偷东西？穆娘子，你不会是看错了吧？错不了，麻烦您带人走一趟吧。来的路上，穆小暖花了10文钱，叫人帮忙去请官差。村长，你看，那是我们家的背篓，还有手里的东西，这2人就是贼。牛婆子，怎么是你？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老天不开眼呐，让那丧门星进了周家，克死了我女儿啊！哎呀，如今呐，还让我的外孙们都成了孤儿。哎呀，我这个做姥姥的看不过去，来将几个孩子带走，居然还被诬陷是贼呀！狗屁！当老娘好欺负呢？你个糟老婆子坏得很啊！埋人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出现啊？现在来搬我们家的粮了，不是贼是什么？你要带走孩子没问题啊，逼着人做什么？还是第一次见绑着手脚走的，你当在场的人都眼瞎吗？被褥一掀开，露出下面脸被憋得青紫的小七，看着进气儿没有出气儿多，这小家伙还真是遭罪呀！村长，我先将这个孩子送去武大娘家，不憋死要饿死了。快去快去！村长伯伯，哥哥被卖了。他被绑着的时候可是听得清清楚楚，哥哥跟弟弟们都被卖了，要不是自己去打猪草了，说不定自己也被卖了。什么？我周家村的孩子什么时候轮到牛家做主了？快说，周大郎他们呢？没有的事儿。哎呀，是他们不听话，我这个做姥姥的教训教训他们又怎么了？我把他们接家里去了，自然是要带上他们的口粮被褥的，这有什么错啊？就是被你们卖了，哥哥弟弟都被卖了。果然是让后娘给教坏了。这里不是你牛家村，更不是你家，老实交代人啊，不然就送你保官。不知道谁看见了啊？大不了这些东西我们不要了，好心帮忙照顾孩子还有错了。走！周三郎想也不想地冲了过来。哎呦，我这把老骨头哟，哎呦，断了！后娘养的小贱种啊，就是把你卖了都是该的。穆小暖只说家里进了贼人，先将孩子托付在这儿。穆小暖知道周家2对双胞胎被拐了，但他并不着急。谁报的官？我。这些人闯入我家，还将家里几个孩子卖了。若不是我回来的早，估计这几个孩子也不剩了。他们卖孩子倒也没什么，那抢我的吃食，这就太不好了吧？还把家里搅得乱七八糟的。我怀疑这个家的地契、房契都让他们给翻走了。毕竟我进这个家门的时候，东西可没落到我手里。原书里这些东西周家的孩子都知道在哪里，却没有告诉原主。直到房子跟地被收走，穆大丫被狠狠地打击了一把。但是对一个后娘，你能有什么要求啊？卖孩子的又不是她，反倒是那孩子的亲姥姥。村长来一下，确定一下是不是这家人的，要是没错，人我就带走了。对，这是周家的地契跟房契，麻烦大人了。捕快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穆小暖给了100文钱的辛苦费，事情办得自然就快了。四丫摔了一跤，磕了头，本就不受重视的，一个脑震荡没跑了，躺在床上这还晕乎呢。周三郎是男孩好一些，但是也挨了打，膝盖跟手还都破了皮，小的那个就更不用说了，差点没让给捂死。后娘为什么不救哥哥们？怎么救啊？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官府将人带走了，自然会审问。而且人卖了，是你有钱还是我有钱赎人啊？怎么，你哥哥重要，姐姐妹妹就不重要了？
穆小暖点火做饭，周三郎愣在原地。穆小暖直接将饭菜一锅焖，之前那几只小鸟都被那牛婆子给霍霍了，连个荤都没有。在家看好你的姐姐妹妹，我出去找人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饿了你就自己去锅里舀了吃啊。周三郎看着走进夜幕里的后娘，手里抱着自己割猪草的镰刀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。他回来了，回到了被拐的那一年。因为树姐的嫉妒设计让自己跑丢，被人拐走。如今他重来一世，一定要将一切掌控在自己手里。这一次的货不错，尤其是这2对双胞胎，等送到南馆去，转手就能赚一笔。可惜了，这一对小了点儿，明天早上将人都送走。我们在这里已经停留了很长时间了。好，我去弄些酒菜回来。这天儿开始冷了，跑了这么一趟，怎么也得明年再来了。按照书里找到的地方，果然是有些偏僻。确认了地方，穆小暖便到了药铺敲门。谁呀？大半夜的，来了来了！哎，我是之前来卖何首乌的。我发现一伙拍花子就在灵山镇最西边的大榕树旁的小院里，他们现在在喝酒，明天可能就要走了，或许还有接应的人。我现在还要去守着，麻烦小哥帮忙去报个官。是你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呀，谁没事报假案啊？我是哪里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骗你还不能报官抓我吗？那好吧，我先跟大夫禀报一声，然后立即就去报官。看着马儿将草药都吃了，穆小暖躲到了那一堆稻草里，现在就只能等着了。穆小暖原本想等着拍花子将人抱出来之后再出手，没想到就看到有一个小女孩从马车上跑了下来，一头扎到了自己藏身的稻草里。王莹莹没想到稻草堆里会有人，她原本是想要借着机会将自己藏起来，结果这一耽误，2个人都被拍花子给发现了。快抓住他们！居然想跑！不对，这个不是我们抓来的货，抓住他，绝对不能让他给跑喽！手臂被刀尖划伤，鲜血刺激了穆小暖。快点，先把货拉出去！要活下去，所以打不过就跑。穆小暖找了机会冲出了院子。也是这个时候，捕快带了衙役来了。院子里的拍花子听到捕快来了，想要驱车离开，结果马儿晃动着不走。他们都是拍花子，一共5个人。反伤老娘，不卸你一条胳膊都对不起老娘的血。是你让人报的官？是，我家那4个继子都在，里面还有几个女子跟孩子。等双胞胎醒过来的时候，天都亮了。穆小暖正吃着包子。都醒了，下次别那么蠢了，我不一定每次都能这么好心的。吃了东西，一会儿该回家了。我能带他们离开了吗？可以了，这是官府给的赏银，那些孩子的家人还没有找到，到时候我会将人是你救了的事情告诉他们的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好歹挨了刀子，有这赏银刚好补一补。行了，既然吃饱了就跟上。穆小暖说给自己补补，就真的补补。到了肉摊子上买了不少的肉，招呼了一架牛车，给了钱，直接就包车回村。还不上来干什么？打算走着回去啊？要走自己慢慢走啊，我可不等你们。哟，快看呐，那不是周家的双胞胎吗？这是让穆娘子给找回来了。还真是，也别说，这穆娘子虽然是后娘，嘴巴是毒了点，但是心是好的，看样子是熬夜将人给找回来了。屋子里一个病歪歪的躺着，三郎抱着小七不停地哄，却怎么都哄不好。你这是晃了多久了？也不怕把他给晃散架了？后娘你回来了，
我不会哄孩子。早上武大娘来了，把小七抱走了，送回来小七睡着的，刚刚醒了没一会儿又大哭了起来，我这才抱起来的。行了，你们检查一下他是不是拉了，换干净的，然后抱去武大娘家。中午饭自己做，不要叫我。大哥，我去拿干净的尿介子。老二，你去弄一些温水来。你继续看着孩子，不用抱着了，在床上不摔下来就行了，不要吵到后娘。周大郎让2个弟弟做饭，然后自己抱着小七去武大娘家。吴奶奶，我抱小七来了。正准备去周家再看看的武大娘快速走了过来，将门打开。哟，你们回来了，你后娘没事吧？来，孩子给你婶婶。我们都回来了，后娘她手受了伤。哎呀，人都回来了就好呀。昨天官差呀都来了，要不是你后娘回来的及时啊，你剩下的弟弟妹妹也都没了，你们那房契地契呀都给翻了出来。吴奶奶今天跟你说说话，你们也别总觉得你那后娘对你们不好啊，她也不容易呀。武大娘自己就是寡母带大孩子，还只是一个孩子，若不是自己有门手艺，那日子还不知如何过呢。你们后娘进门，家里一个顶梁柱都没有了，还要照顾你们7个，又是进山又是下河的，哎呀，她不泼辣都护不住你们呐。但是啊，到底她也不过是个没当过娘的姑娘家，村子里呀，那就是亲生的也没几个不挨爹娘打骂的。但是你看看啊，他们一个个还不是转头就忘了？哪儿来那么多的仇和恨呐？生恩不及养恩大，养大一个孩子啊，那远比生一个孩子要艰难呐。我今儿早去你家，你三弟说你后娘出去了1夜都没回来，村里都议论她是不是跑了，可是这不都打脸了？你们那后娘啊，是个面冷心热的，这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啊。你对她好啊，她就对你好。周大郎没说话，这些话从来没人跟他说过，就是村长伯伯也只是告诉他，没了后娘，他们家的东西就保不住了。这些孩子啊，到底是被周婆子给宠过了。周大郎说了谢，抱着小七回家了。四丫怎么样了？妹妹从昨天晚上睡到今天都还没醒，撞了头，又挨了姥姥和舅娘的打。我们没有姥姥，更没有什么舅舅舅娘，以后记住了。后娘去哪儿？去后山把昨天捡的栗子松塔弄回来。母娘子这是准备将柴火拉去卖吗？嘿嘿，倒是收拾的真不错啊。围一下院子，孩子太小，离山脚又近，上次还进了野猫。拉了5趟才拉完，垛得高高的放在一起。刨土挖沟，穆小暖挖，几个孩子合伙一起搬木条。木头打的桩子，再抹上泥，形成了一堵厚实防风的墙。唉，以后在家就把门从里面关上，不认识的人不要随便开门，知道了吗？就是这里了。自从上次的事情，这几日母娘子一直在家中修屋子，这个时候肯定没出门。多谢恩人，人这是要修房子，明日我就带人来。虽然不能给您修多大，但是重新翻盖绝对没有问题。母娘子不如先下来。我们也愿意出力。几人都不等穆小暖开口，已经商量好了，出钱出力，直接给盖个5间的青砖瓦房。如此那就多谢了。就是要麻烦村长给另外批块地，就在这旁边，反正这周围也没有什么其他人家嘛，家里孩子多，
这屋子拆了可惜。那自是可以。这样更好，不用再麻烦一道拆屋子了。带着孩子来的几对夫妇也是松了口气，就怕不收啊，收了这恩也就算是还了。还有一位小公子的家人想要感谢您，不过这家人身份尊贵，穆娘子不如跟在下走一趟。可以，麻烦大人等等，我将家中安置好。那我便在村口等着。后娘真的要盖房子了吗？那她是不是就不跟我们一起住了？我出去一趟，你在家照顾好弟妹。你是不是也要丢下我们了？所以你在门口想了这么久，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？与其有时间瞎想，不如多干活，起码我看着顺眼，说不定就不走了呢。丢下一句话，进屋换了件衣裳，然后便走了出去。大哥，后娘的意思是走还是不走啊？不走，去干活，地里的菜也该浇水了。若是后娘要走，哪里还要盖什么房子呢？直接拿了钱走不是更方便？村里人忍不住羡慕，于是之前借钱给周家的那些人忍不住蠢蠢欲动。既然周家都能盖青砖瓦房了，那是不是该把欠他们的钱还他们呢？就是你救了我儿，瘦瘦弱弱的，真看不出来。不过我们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，你想要什么，哪怕是改嫁做个官夫人，本王都能够满足你。原书里的男主居然这么早就出现了，那个害自己被发现的小丫头王莹莹应该就是女主了。自己既然救了这俩人，只希望这俩人不要妨碍他过他的自在日子就好。我不想做什么官夫人，你们不如直接给钱，我这身份有钱傍身，吃好喝好就行了，其余的太惶恐了。没想到居然如此俗气，现在那点好感顿时消失了。他感觉自己就像看错了人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周大郎看着桌面上的房契田契，最终将房契拿在手上，小心地叠好。好，看来是没有什么意见的。那就做饭吧，还是炖大骨头，多放一点护瓜。我去把屋顶给修了。大骨头炖在锅里都不香了。周二郎再憨也感觉到后娘对他们的不在意，而周三郎则是着急害怕。大哥，我们之前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周二郎也想起了自己之前又是顶撞又是要跟后娘对打的事情，因为穆小暖救人提前断了王莹莹的计划，两对双胞胎没有跟王莹莹牵扯上关系，吃饭睡觉，这又是美好的一天呢。早早的，村民就将村长请了来了。穆小暖当着几个孩子的面一家家的把钱还了，穆小暖就留了4丫在家照顾小七，小双胞胎呢在家敲松子儿晒松塔，大的3个不是带着下地就是上山，刚还了钱自然不能露富。穆小暖则是抓紧着修炼，看着手掌心里晃动的小苗子，穆小暖微微叹息，想要等着苗子长大变成鞭子，看来还要继续努力才行。县里，牛家用孩子做威胁，让牛来财家的顶下了所有的罪。牛婆子跟牛来财被关了半个月，总算是出来了。奶奶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这些日子我们都吃不上饭。那周家听说都盖新房子了啊，绝对不能放过那贱人。周家旁边在盖屋子，并没有人注意到牛婆子母子2人，只以为是村民。穆小暖今天继续进山，小贱人居然还想住青砖瓦房。因为旁边在修屋子，4丫在家并没有关上门。姥姥，怎么是你？娘，那小贱人不在。那就把这2个抱到山里扔了，都是赔钱货，留着做什么？捂住嘴绑起来，然后收刮了东西迅速撤离。要不是现在没人敢收，
我这两抱去卖了也能换2个钱。扔远一点儿，免得人跑了被发现了。这贱人家里居然吃肉，老娘在大牢里受罪，他居然享福。不，你放我回家，我要回家！贱丫头，再乱动我直接摔死你！他下意识地出声威胁，本来提着就有些沉，索性丢在了地上。这走一路也累得不得了。狼，有狼！哎呀，快跑，留那2个贱丫头喂狼！穆小暖冲过来的时候，眼看2个孩子就要进狼嘴了，好不容易修炼的异能全都用了出来。穆小暖抬手狠狠地扼住了狼的脖子，但是狼爪也在穆小暖身上抓出了一道道的伤口，将死去的狼扔在了地上。穆小暖现在也没力气去给四丫解绑，所有储备的食物以及挖到的人参都被穆小暖吃到了肚子里，这才感觉到异能的恢复，身上才有了力气。周家5个小男孩现在都急哭了，连周大郎都无声地掉了眼泪。整个村子都找了，根本没有人看到周家2个小姑娘。快看，那不是木娘子吗？这是遇到了狼，还受了伤啊！后娘，妹妹不见了！这一哭，背篓里的小七也跟着哭了起来。行了，别哭了，2个孩子被人抱进了山里，遇到狼跑了，刚好让我发现了，麻烦大家了。我现在不方便招待，大家各回各家吧。众人见状，知道2个孩子没丢，又见穆小暖一身狼狈，还染了血，于是纷纷散开回家去了。上次的伤药还有，上药包扎，穆小暖躺在床上都不想动了。这边四丫也醒了，周大郎从四丫嘴里知道了一切，默默地做了饭，将穆小暖的那一份给送到了屋里。然后他带着弟弟妹妹们吃饱了，洗澡睡觉。半夜，穆小暖听到院子里有动静，于是爬了起来，就看到一个小身影走了出去。周大郎最后停到了一户人家面前，四下转了一圈，突然点了火扔进去，而且点了不止一处，可见是有多么的仇恨。后娘，下次做事干净一点，你这样点火很容易祸及他人的。穆小暖对牛家人没有同情心，毕竟有同情心的人在末世都活不长久。穆小暖给了周大郎一根树枝，让周大郎将自己的脚印给迅速消除，然后给隔壁人家猪圈里扔了块石头。什么人那么冤的？走水了！快起来！走水了！这一把火放的可舒坦了？你心里舒坦了，可想过后果？不说话是吧？行，那我也不跟你浪费时间了，回去就在院子里面跪着，跪到太阳起来了才能站起来。穆小暖也是被气到了，但是很快气儿就消了。他没办法教，那么就找个人来教。周大郎看着日出了，然后就起身去做饭。2个孩子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总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穆小暖决定报官，家里也没了药，正好也要去给周大郎找老师，去了镇上。我来买一些伤药，您再顺便给我开一些补气血的，我顺便跟您打探一些消息。你这是又受伤了？遇到了狼，您看这狼您需不需要？要是不需要，我再找个地方卖了。收，这狼怎么没伤口？啊，不对，脖子断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掐断的。皮毛完整，不过我只需要狼肉，卖给我可卖不上多高的钱。你要不然再另找买家。我也懒得麻烦了，何况还准备跟你打探个消息呢。
什么消息？我想要找一位严厉又正直的先生，越严厉正直越好的那种，能教大道理的。你这是要给孩子找先生吗？是，不过不是为了科考，所以最好是十分有能力，能够压制住学生的那种。不过必须正直啊。你这怕不是想要找个大儒？人不大，这想法挺大。那您可有知道的人物啊？要是合适，这郎就白送您了。还真有，不过你想要送孩子去，只怕不可能啊。为何啊？这也不是多难打听的消息。人不在咱们镇上，在隔壁西平县，刚从朝堂上告老还乡的大儒，据说还给皇子教过书，但是呢，为人太正直严厉，母亲重病，于是就请辞了，上个月才还乡的。老夫也被请去了，病得确实厉害，需要用好药养着，除非能找到百年老参，再配五灵芝等物，不然哪里那么容易治好？他不是个大官吗？怎么会买不到人参啊？嘿，你以为人参是萝卜呀？有钱不一定能够买到，还得有权。这个大儒虽然有权，但是因为太过正直，这人参就变得格外难得了。看来进山得抓紧，这还是个抢手货，还是同一个古块，那金叶子还在怀里热乎着呢。所以这牛家人才放出去不到2天，就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了，这还是不是亲的了？怎么连你这个后娘都比不得呀？你说什么？行，我这就带人走一趟，这次可没人给他们顶罪了。2个村子取了证，捕快带着人迅速地走了。穆小暖炖了一大锅的肉，然后准备了充足的食物。第2日又进了山。周大郎想要开口拦，又不知如何开口。出门前就已经说好了，最多3天。至于说留一群孩子在家，穆小暖半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。粮食也给留着了，菜也有，油盐一样都不缺。隔壁天天有人干活，做饭的事情也都包了出去。山里，穆小暖蹲在地上已经成泥人了。这一颗老参属实不好挖，不过收获可是喜人的，增长的异能，空间里堆放的药材，这山以后还是要来的，不为赚钱，就为了修炼。大哥，后娘是不是不回来了？后娘回来了，后娘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你们就这么高兴吗？后娘回来了，真好。行了，都抱着我的脚，我怎么进家呀？后娘，我带小七去吴奶奶家。去吧。周大郎看着后娘身上除了沾了泥并没有伤，悄悄地松了口气，抱着小七出了门。后娘，我去给你烧水，早上还有些饭，你要不要吃？你说什么？后娘是知道今天是我生辰吗？不知道，不过现在知道了。吃吧，每个人都有。这是你们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奖励。晚点弄一些面，给你煮一碗面条，就当是过生辰了。将野鸡丢给了周二郎去弄干净。周大郎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，正在给周二郎帮忙拔鸡毛。后娘，这个鸡要怎么弄？炖汤。我去洗衣服啊，你在家里看着火。喏，这是长寿面，不能断的，吃吧。不过还有，多了个鸡蛋。谢谢后娘。周大郎、二郎也才想起来，原来今天是三弟的生辰。蘑菇鸡汤面明明没有辣子，却熏得周大郎眼泪掉了下来。明天一早，你跟我去一趟西平县，我教不了你，给你找个先生，你最好是能够让那先生收下。
不然我还要再麻烦一趟。没想到后娘居然是给自己找了先生，而不是要将自己赶出去。大哥，后娘说要送你去读书，你想读书吗？我就不是读书的料子，大哥不用担心我想学武，嘿嘿哈哈，这样我将来做一个大将军，等我年纪到了，我就去当兵。三弟呢？我听后娘的，而且我也不是读书的料，要是习武，我觉得可以。周三郎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楚，或许自己也能做个厨子。第二天一早，那是真的早，早饭都没吃呢，穆小暖就带着周大郎出门了，连衣服都给打包好了。从日出到日头高升，总算是踏入了西平县的地界。不得不说，这户人家还挺好找的，姓霍，又是告老还乡的大官。穆小暖随便抓了个人就问到了路。哎，这位管事请留步。这位娘子有何事啊？啊，这里可是告老还乡的霍大人住的霍家。啊，是。哎，我带家里孩子来求学，顺便送药的，不知可否请霍大人见上一面？我家老爷现在不收学生，这位娘子还是带着孩子去别的地方吧。哎呀，我们不如进府说啊，这里不方便，万一我带的药正好是你们需要的呢？管事见状，也不知为何就将人带进了宅子里，哪怕只有一丝可能呢？或许呢？穆小暖将灵芝拿了出来，灵芝拿起来方便又不容易坏。娘子贵姓？我这就去禀报老爷。我姓穆。老爷，有位穆娘子送药来了，她说带孩子来求学，并且拿出了一株灵芝，个头年份看着不小。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愿意送药过来？算了，去看看吧。霍正彦刚刚给母亲喂了药，他在朝为官，因为太过正直，做了太傅，结果反倒是惹了人眼。老爷，这位就是穆娘子。老爷，是镇南王，好像也是来拜师的。原来先生这么抢手，自己昨天才被后娘给送来，今天就又有人要来拜师了。过门是客，走吧。如今你既然已经是我霍某的关门弟子了，自然也是要让外人知道的。拿出昨天与我争辩的气势来，站直身体，目视前方。一会来的客人身份虽然尊贵，但是也不比正常人多一张嘴，多一双眼。你自称晚辈就好。霍正彦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，自己这个关门弟子可还没大名呢。以后你就叫周炼之，自炼成钢之意，与你后母所说的小术不修，何以成才同出一理，聚其杂质，成其精粹，可记住了？是，先生，炼之记住了。很好。贵客临门，有失远迎呢。是本王恶客上门，为弟拜帖，还请见谅。这是本王寻来的百年老参，听闻霍老夫人需要以老参入药，特此送来。多谢王爷好意了，家母已寻得良药。炼之过来，这位是镇南王，给王爷请安。这是我收的关门弟子，虽是个农家子弟，但是他的母亲是个难得的开明之人。是你？你是那双胞胎之一？倒是有缘。你叫炼之是吗？你那后娘确实是个开明之人，既然为你求了名师，那就好好学习，不要辜负她一番心意。之前镇南王还真以为那穆娘子是个贪财的俗人，现在看来，或许对方只是不想与他们王府有牵扯。周炼之看慕容云可认不出来，他当时醒了，那眼里就只有后娘，哪里去注意其他的呢？是。
既然霍大人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那本王便不强求。祝愿霍大人早日归位。从前已是往事，霍某如今不过是一介白衣，只想尽孝道，好好教导这一个学生。这人参，王爷还请收回。这无功不受禄嘛。先生拜不成了，镇南王也不能离京太久，就带着人走了，随手给了周炼之一个见面礼。倒是没想到你母亲与镇南王还能牵扯上关系。今日我先带你熟悉熟悉环境，明日起就该正式开始学习了。镇南王给的玉佩，霍正彦让周炼之收好，周炼之却已经打定主意，这个东西回去就交给母亲收着。闻鸡起舞，霍正彦对周炼之的要求可谓严厉，从早上4点起床到晚上9点才能睡，一天学习10几个小时不停。周炼之的蜕变可以说非常的明显，吃饭睡觉都会被以规矩管束着，力不足一跛，坐勿斩脚如鸡，睡眠不仰不俯，右卧如弓。穆小暖倒是对马车没有拒绝，还顺便买了不少东西。呀，穆娘子这是去哪儿啦？买了这么多东西，居然还有棉被呢。送大郎去念书了，都是别人送的。还有呢，好奇想要问的，穆小暖当着众人的面直接把门给关上了。我才不信呢，说不得呀，是把那周大郎给卖了换钱了。是，要知道啊，那棉被一床最便宜的都得2两银子，他那得有好几床被呢吧？看着都不轻，那不得20-30两？总有那心里不平衡的张嘴瞎说，但是说着说着，有心的总会听进耳朵里，就越传越不像样了。10月28，小雪的前一天，新房总算是盖好了。进新酒还是要办的，穆小暖不收礼，就当是请大家给新房子暖暖人气儿。你走，我们家的饭菜不让你吃，你们都是坏人。这是怎么了？穆小暖的声音响起，周围的人立即让了开。后娘，他们说坏话，还抢我们吃的，不让他们来我们家。后娘是我们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三郎，你过来，给我把事情说清楚。哎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那个穆娘子，这孩子听差了，小孩子嘛，难免会抢东西吃，我回家肯定好好教训他。穆小暖一看，这不就是周王氏吗？村里有名的碎嘴。一个10岁的孩子抢4、5岁小娃的吃食，可真是好教养啊！我倒是要听听看，到底是什么话听差了。周王氏，放开我们家孩子，要抓你们家的。他在那跟人说后娘把大哥给卖了，又说后娘给我们找了后爹，然后周狗蛋抢了四丫手里的糖，还骂四丫是赔钱货。很好，来我家吃我的喝我的，还抢我们家孩子的糖，背后还说我坏话，真当我好欺负不成？穆小暖过去一把将周铁蛋给提了起来，吓得周王氏连忙追了上来，可惜人多脚步没有穆小暖快。只见穆小暖将人往外一扔，周王氏冲上去就要跟穆小暖打，却被穆小暖顺势给推出了大门外。以后再敢踏入我家的门，打断他腿。大家来给我暖房，我是欢迎的，好菜好肉的给准备了，也别为了那起子嘴碎的影响了心情。咱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这里就麻烦村长您给镇场子了，马上开席了。大家吃了实惠，自然也不会说弄得脏兮兮的，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将桌椅给搬了回去。人都走干净了，周家的几个孩子围在了穆小暖身边。后娘，我想大哥了。想他啦？过年就回来了，那么远，要是每个月都回来，来回就要20个铜板。你算一算，这能够买多少糖了？也不管小丫头是怎么算的，她现在
要将家具给弄进来。新房子盖好了，可不得住吗？大姐，有件好事要告诉你，喜儿怀孕了，你要有侄子了，是不是特别的高兴啊？又不是我的娃，你高兴就好。大姐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这肚里的孩子可是跟着大柱姓穆的，家里什么条件，大姐也是知道的。我现在有了孩子，害喜的厉害，这才想着让大姐贡献一些，将来孩子长大了才会孝顺大姐，不是？你害喜难受，应该找你男人，又不是没断奶的娃。当初你们程家除了盖房子的钱，还有给你们家的彩礼钱，剩下的都在你们小两口的手里。我开荒出来的地，如今也是记得你男人的名字。大姐怎么能够这样？当家的身体不好，那2亩地交了税，还能剩下些什么？姐，你是不是忘了娘临终前的交代了？我们穆家好不容易要有后代了，你怎么能够不重视呢？这样，你拿些钱，再拿些鸡蛋，就当是给喜儿补补身子。喜儿，你就原谅大姐，到时候还得让大姐回家伺候你月子呢。大姐，你笑什么呀？我在笑，有人异想天开。你怎么不让老天直接给你掉个金疙瘩到你嘴里啊？口气还挺大的，又是拿钱又是鸡蛋，还想老娘伺候月子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这不都是姐你该做的吗？难不成你嫁了人了就不管我了？要不然姐你就回家吧。不对，这好像不是周家起的房子。这样我带着喜儿住进来，姐你把这些拖油瓶都赶回周家去，他们家又不是没房子。老娘东西也是你敢想的？怎么花老娘卖身钱花上瘾了是吧？遗言全村子人都听着呢。老娘不仅把你养大了，还给你娶了媳妇，盖了房子，弄了地，对你是仁至义尽了。长姐如母，老娘没让你孝敬老娘就不错了，还敢上门来安排老娘的东西，我今天就是不打醒你都对不起死去的娘。周家几个偷听的小娃娃迅速的跑了，麻溜的去地里跟2哥3哥传达消息。周四压在屋里抱着妹妹，可不敢出来。姐，你快住手啊，疼死我了！救命啊！告诉你啊，从出了那个门，在周家死了2个人之后，你没有登门看过我这个做大姐的。最艰难的时候，连人都没有出现过，我就已经不是你的姐了。你最好现在就给我带着你媳妇儿滚，否则别怪我再打你一顿。2人来的时候就是2手空空，没见过这样走亲戚的。直到喜儿扶着腰，才怀上黄豆大小的胚胎呢，就一副身怀6甲的模样，走出了门口。大姐，你这样不认亲弟弟，以后孩子出生了，别怪我们不认你。这周家可没有一个跟你是亲的，我们来是为你好，你还不领情，将来遇到了事情，别说我们不帮忙。赶紧给我滚！老娘就当白养了个白眼狼送你了，什么狗屁亲人！穆小暖过来，啪的一下把大门关了，然后回屋。后娘喝水。要听话知道吗？后娘不喜欢不听话的白眼狼，怕忍不住直接动手打死。我好怕呀，但是后娘这样厉害，好崇拜呀。半夜沙沙的声音响起，黑夜里雪如期而至。穆小暖这浑浑噩噩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腊月28。今天包饺子，烀猪头肉，把白菜、萝卜还有蒜黄都弄出来，再泡一些蘑菇木耳，多做几种馅的。外头依旧很冷，异能的松动让穆小暖觉得整个人精神大振。我剁肉，你们把菜洗干净。都把手洗干净了吗？洗干净了，洗干净了，很好。我教一遍啊，你们看仔细了，尽量包的馅儿多一些，但是也别太多了，合不拢漏馅了，那下锅里就成面片汤了。看好了，慢慢来，先不放那么多的馅料，第一锅就当是练手了，后面的做好了就拿出去冻上，能吃几天呢？穆小暖一个人又是弄剂子又是擀面皮的，几个小家伙一人包一个馅儿的。行了，锅里水开着，老三去下饺子，准备1碗冷水，饺子浮起来的时候倒进去，再烧开就能吃了。会不会是你们大哥回来了？火不要那么大了，我
我出去看看。母亲安，孩儿回来了。看着变得如此礼貌的周大郎，穆小暖觉得自己那人参灵芝送的还挺值的。麻烦了，先进屋，刚好包了饺子出锅，都是孩子动的手，吃口热乎的再赶路，也好将给先生准备的年礼一并带回去。那在下就不客气了。看着收拾的整齐干净的院子，管家心里默默的打分。不如直接去厨房，厨房里暖和。今天28的，还麻烦您跑一趟，下次让他自己坐车就行了。客随主便。过来叫人，喊伯伯。伯伯好，伯伯好，都好，都好。都洗手吧，先吃东西。这是焦耳，没想到穆娘子还知道这吃食。在巴州几乎都没有吃焦耳的，但是在平井逢年过节都会弄上一些。恰巧听说过，就随便弄的，有醋还有辣子，喜欢的可以自己放。吃完之后，让周大郎招呼着客人，然后拿出买回来没有用过的食盒，包了100个饺子放在了食盒里。他拿了个箩筐，将留下来的一个猪蹄膀连后腿肉都放了进去，又装了些白菜、萝卜、蒜黄，包了一包干货，放了一些炒松子跟板栗，盖子盖上，直接他就搬上了马车。老爷让炼之初5就上课，初4我回来接人，穆娘子就不用特意送了。哎，好。大哥，读书是不是特别苦啊？你都瘦了好多，还有你的手，这是怎么了？不苦，只是有些不适应，冻疮而已。从前也是长的，怎么，你们今天没长？周大郎说笑一般，但是却发现弟弟妹妹们确实是一个都没有长冻疮，可见在家后娘照顾得很好，忍不住有些心酸。嘿，我们今天没有长冻疮，后娘说用烫萝卜叶子的水泡手泡脚就不会长冻疮了。我们今天晒了好多菜干，连小七都泡了。一会儿我问后娘拿个萝卜给大哥熬些水泡泡吧，不然这养起来多难受啊。不用麻烦，萝卜还是留着吃吧。家里有药酒，用温水将手脚都清洗了，然后早晚涂上，包起来，过2-3天就好了。多谢母亲。穆小暖这次确定了，这周大郎是转性了。之前还以为这个母亲是周大郎看在外人在的情况下喊的呢，原来不是，是真的改了口了。老二，你去拿药酒，带你哥回去收拾一下，弄好了赶紧过来包饺子。大哥，这是药酒，咱们的衣服鞋袜都在柜子里，后娘也给你准备了。我去给你弄点热水来，一会儿你自己收拾，我还要给后娘帮忙，晚点我们再说话。周大郎看着消失的背影，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是自己之前那个暴躁鲁莽的弟弟。今天精神难得好一些了，困的是正常的。老三，把炭弄好后给后娘搬屋里去。哦，知道了。四丫，你来洗碗。大哥，走，我们去送小七，不然一会儿就真的天黑了。周二郎已经将床上的小七给换上了衣裳，放进背篓里，然后盖严实一把背在了背上。大哥，后娘其实很好的。以后要喊母亲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照顾好弟弟妹妹们。大郎回来啦，就说今天听到马车响嘛，来，快进屋来。谢谢吴奶奶，小七就麻烦您跟婶婶了，我跟老二在外边等着就行了。把小七放下，抱出来，递了过去。兄弟二人就这样站在外头等着。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也是有钱人了，等你去私塾的时候，把钱带着。人家都说念书花钱，大哥也要顾身体，好好吃饭呢。你哪来的钱？我们不是去山里捡了栗子吗？卖栗子的钱，大哥也有一份，小七的也有，给他攒着当嫁妆。大哥、二哥，先泡脚，不然一会儿水凉了。厨房的火我已经压住了。3个月不见，原来改变的不单单只有自己。大哥给，这些钱你都拿着吧。小七的钱我另外用了罐子装起来，你的跟我的放在一起的。大哥需要钱吗？小双胞胎有样学样的，最后床上摆了一排的罐子，
你们一人一个罐子，真不怕母亲说你们？后娘才不会说我们呢，这罐子是我们自己买的，很便宜的。后娘买的多，比平常便宜了1文钱呢。几个小的为了赚钱，差点把碗都拿走了。穆小暖就让他们自己挑选一个坛子，然后装坛子里。钱倒出来之后，周大郎都有些愣住了。卖栗子能赚那么多钱吗？老二，你仔细说说，这钱到底怎么来的？周二郎将炒栗子、炒松子的事情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。小双胞胎时不时的还补上几句，聊得十分热闹。把钱都装好，我念书不用另外花钱，这些钱你们都好好留着。那可不行，我们在家里能挣钱，后娘说了，山里到处都是宝，只要肯干活，哪里会赚不到钱呢？大哥在外边跟我们不一样。大哥怎么这么早啊？先生要求每日早起练剑，已经习惯了，要是还困，你们再睡一会儿。练剑？老三，快起来，我们今天跟大哥一起练剑，今天不回斧头了，晚点再回。周老三也起了，两人穿衣速度比周大郎还快。天还没亮呢，但是不妨碍周老二的激情，点了2火把，然后3人一起练剑。2个弟弟只是一个早上，那动作就比自己要干脆利落了。手里拿着竹枝，周大郎觉得自己还真不一定能够打得过这2个弟弟。早上还是吃饺子，简单方便。而周大郎吃到一半，突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有些踌躇。有什么事情啊？门口的地都要让你磨出坑了。穆小暖其实已经起来了，不过他不想出门。异能松动，空间好像也开始产生了变化，所以人一直在屋子里。母亲，今日29了，是不是要去上坟烧香了？穆小暖一愣，这个自己还真的是忘了。哦，那你带你弟弟妹妹们去吧，家里没有黄纸那些东西，我给你拿钱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是不是该给原身弄个衣冠冢？等开春吧，找个春暖花开向阳的地方。清明的时候记得跟你先生请假回家，有件事情要你办。周大郎等人上山的时候，其他人已经陆续下山了。村民们对之前的流言顿时不攻而破。老夫人很喜欢穆娘子抱的娇儿，让我给穆娘子带了些东西，都是一些吃食，穆娘子只管收下就好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正好之前抱的娇儿还有一些，霍老夫人喜欢，那就再装一些回去。开春了，山里的野兽也要出来活动了，我进山一趟，大概10天，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种地。这段时间你能够好好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吗？那母亲进山一定要小心，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。做得真不错啊！明天元宵就奖励你们去卖炒栗子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太好了，又可以赚钱了！把这个米泡上，明天做元宵。明明都是个隐形富婆了，可是连出行的牛马都没有，这是什么人生啊？母亲，牛很贵的，马更贵，咱们家买不起。你又知道买不起了？我知道啊，牛市里一头小牛犊至少要8万钱才行，大牛更贵，而且牛不能随意宰杀，买了牛还要照顾好，不然要挨罚的。知道的还不少嘛。行了，火不用太大。四丫带着小七在家里那么多肉，别让野猫偷吃了。知道了，二哥。都老老实实的，别乱跑。我去牛市看看。知道了，母亲。可有骡子？没有，骡子怎么可能落到这个地方来？就是刚送到，也会被送去房州。王哥，新送来的那匹马站不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
有人看过了吗？哎呀，看过了，那蹄子都不成样子了，再这样下去啊，就只能卖肉了。去看看去。不行，就只能叫屠夫来了。这马真是亏大了，当初20两买回来还以为捡漏了呢，结果算了算了，叫屠夫来，别再瘦了，连肉都赔了。这个马能不能便宜卖给我？这位娘子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这马不能用了。我王哥在马市虽然名声一般，但是也不做坑人的买卖。你要真想买马，那边去挑。不是啊，我想着你们找屠夫也要花钱，我就会，我可以买回去自己杀了卖，还赚一张马皮。你会杀马？啊，行，卖你，不过你得自己拉走。你是在这里杀了，还是带走杀呀？我带走。这马至少也1800斤，按肉价卖那就是12两6千。您这个马个头虽高，但还真没有1800斤。您看这皮骨，骨头架子大，那就肉少了。我虽然想要赚这一张皮，但是也不能亏啊。这个数，您看要是行，那我就叫推车来拉走，还省得您再叫人了。那要是不行的话，就算了。再添点，这马才5年，还是嫩马呢。那不行，庄户人家吃肉可不管老嫩的，那骨头又没人啃。您给句准话，行，我先付您定钱，然后去推车来。成，不过这定钱得给1两，你今天要是不来弄走，定钱不退。成。后娘回来了。叫叫母亲，大哥走的时候交代了，怎么还是记不住？知道了，母亲回来了。卖完了，正好，都跟着我，一会儿不要说话。行了，你们在这儿守着，一会儿我出来就带你们回家。怎么就你一人？这马你拉得动吗？能当屠夫的这点力气还能没有啊？那还干什么屠夫啊？您放心，叫俩人帮忙一起搬到推车上就好，然后我给您拿剩下的钱，把锅放上来，你们在后面跟紧了。先回家，我再去镇上一趟，你们老实在家。二哥，这马好大呀。是啊，不过母亲怎么想到买马呢？这马生病了，都不能拉车。老三，你干嘛？给他喂点水。去把泡的黄粘米给碾了，晚点做元宵。母亲，他还能吃东西。他只是病了，我给他处理一下。一会儿你帮忙递东西，去打盆温水来。母亲，为什么要给马儿修脚啊？这个脚外边的这一层相当于它的脚趾甲，脚趾甲太长了会影响它活动的，会难受。适当的修剪对它有好处的，而且马蹄受损严重，不修剪清理干净，其他的蹄子也会像第一个那样，最后全都坏了。最好的还是要给他们钉上马掌，等它好了再说。马掌又是什么啊？就是马蹄铁，就是打一块跟马蹄大小差不多的铁片，然后钉在马掌上。这小孩好奇心还挺重的。你很喜欢马吗？它很漂亮，很高大，特别的好看。那以后就把它交给你喂了。你要是照顾得好，就让你学赶马车，以后让它拉东西。真的吗？不过马可不好养啊，要想养好了，你还要给它洗澡刷毛。这些天你多弄一些草回来给它吃，等它能站起来了，就牵着它去后山坡让它自己吃。穆娘子啊，村里人说你买了匹病马回来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想的呀？这马可不是好养的呀。我原本想要买头牛，结果太贵了，碰巧不，这就碰上这马，别人说治不了了，我见人治过，就想着便宜买回来，要是养不成，那就杀了卖肉，怎么也不亏嘛。行了，回家了，得打口井啊。借马可以，不过我们家小三也要跟着一起去，不能用鞭子抽打马。对，否则惊了马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家可不负责。对，这马我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耕过地，最好还是找熟手来拉马，必须得让马吃好了。
这个穆娘子只管放心，我会让我家老大跟着，家里的牛啊，以往都是他负责耕地的。穆娘子啊，村里人说你买了匹病马回来，哎呀，你这是怎么想的呀？这马可不是好养的呀。我原本想要买头牛，结果太贵了，碰巧不，这就碰上这马，别人说治不了了，我见人治过，就想着便宜买回来，要是养不成，那就杀了卖肉，怎么也不亏嘛。行了，回家了，得打口井啊。借马可以，不过我们家小三也要跟着一起去，不能用鞭子抽打马。对，否则惊了马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家可不负责。啊，对，这马我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耕过地，最好还是找叔叔来拉马，必须得让马吃好了。这个穆娘子只管放心，我会让我家老大跟着，家里的牛啊，以往都是他负责耕地的。母亲，什么时候给黑贝弄马掌？等把地弄好了就去给他弄。咱们家的地都已经翻好了，就等母亲决定种什么了。种粮呗，还能种什么？我明天就去买种子，让人把马蹄铁打出来，地种完了应该也差不多了。那母亲是要骑马出门吗？骑马太招摇了，以后再说。之前拉东西那是别人不知道，不过等忙完了，我学会了骑马，可以在村子里教你们。我要做4个这样的马蹄铁，形状就是跟马蹄一个样子的，大小就这样差不多。你看需要多久能够做好？这上面的洞眼留着穿钉子的，钉子的样子要这样一头尖一头扁的。能做，不过我手头上还有些活，3天后来去吧。一起是400文，这个费功夫，你还要做孔眼。好，这是定钱，我3天后来取。哎呀，这又要打仗了！要是服军役，不知道花多少钱才能免除啊！富贵人家倒是简单，花钱雇人就好。我们这些平民掏空了家当都难呢。这或许打不起来呢。听说国主已经下令让镇南王带兵前往房州了，只怕是要打呀。咱们这里还隔着山呢，即便真打过来也没那么快，就怕要加税呀。这才开春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。谁说不是呢？得抓紧了找活儿，不然啊，真的要服军役就麻烦喽。哟，这怎么买这么多粮食呀？手里钱都买了粮食了，原本还想着买点布把衣服补一补，没想到去到镇上听说要打仗，一害怕就买了。家里人多嘛，现在买了吃不完，到时候还能卖了，怕涨价，到时候想买买不到。啥？要打仗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我也是听镇上说的，大街上的人都在议论。嫂子，我先把粮食搬回去了，一会儿再把推车给你送回来。哎，行，去吧啊，家里也不急着用。老大，你现在去镇上一趟，听听是不是真的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参军了？就你这个萝卜头的身高，连10岁都没满，还想要参军？还有几年呢？这马蹄铁定好了，日后也要注意，定期修理马蹄，防止马蹄长长了磨得疼。知道了。你往前走，不要回头，上天让你咱们家没马了，这马不便宜吧？母亲只用了10两银子哦，厉不厉害？这马儿耕地特别好，比牛还快呢。挖吧，烧纸、磕头、哭坟。以后每次来祭拜，不要忘了这个坟。行了，去给你们爹烧纸去吧，我走了。我谨小慎微，生怕得罪了谁，也很少再对人袒露心扉。我要出去几天，尽量赶在你离家之前回来，赶不上你就把家里安排好，老二能够照顾好家里。这些是你们接下来几天的饭菜，
母亲要去哪里？我去边城看看。边城要打仗了，母亲不如去别的地方。管好自己，有空教他们读书识字，不求考取功名，但总不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知道了。不过母亲，弟弟妹妹他们都还没有大名。你自己看着取，反正都姓周，又不是跟我姓。对呀，大哥叫炼之，名字那么好听，大哥也给我们取名字吧。这个，等我回了霍家，请先生给你们取名。名字先不教你们，可以教你们一些简单的字。第二天一早，穆小暖就带着东西牵着马儿出门了。牵着马儿出了村，穆小暖才翻身上马。此刻的穆小暖恢复了末世时的3分冷漠，只是没想到遇到了劫道的了。是个娘们儿，还有马。这马看着不错，这娘们长得也好看，飞扬啊！小娘子，还是自己下马吧，否则就别怪我们兄弟不怜香惜玉了。不错，小娘子识趣，我们也不用做那恶人。放心，我们兄弟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娘子你的。妖怪！这几个人有点穷啊。早上起来的时候是被街道外的热闹声吵醒的。哎呀，这仗看来是打定了，镇南王率军入城了。有镇南王在，这仗胜算也大。穆小暖原本打算再去远一点的，现在想想，不如四下走走，多买些粮食。这位娘子，你想要买粮，还是去粮铺吧。才开春种下去的粮食还没长起来呢，谁家的余粮都不多呀。粮价确实上涨了一些，不过还算好。而穆小暖现在却不大好，异能一直不用，也就无法升级，需要消耗异能。深夜，穆小暖在小树林里催生果树，进城的官道旁随便找了个位置。梨子，香甜多汁的梨子。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还有梨？油也是那坏了的吧？主子，喝点茶水。卖梨，香甜多汁、清肺润喉的梨子。主子，真的有人在卖梨？买梨吗？润喉止咳的，拿来煮梨水、熬梨膏都非常不错，放点川贝母跟枇杷叶什么的。这梨怎么卖啊？这梨子不分大小，按个儿卖，50文钱一个。姑娘要不要尝一尝？好吃，给小叶装20个。你这刀也借我。行，用完还我。这什么梨呀，那么贵？主子试一试，这梨子确实好吃。去将梨子都买回来。又来了一个大户，看来有钱的人还是不少的，这是要包圆了呀。多谢惠顾啊。穆小暖准备去买一些皮草。主子，那卖梨的走了。刚才可是跟一辆马车错过，追上去问问。我追过去问问。都是孟青的错，请主子责罚。白影追上了前面的马车，没能全部买下，不过对方也让出了一半。师傅，那就是淮安楼的白影吗？能与淮安楼结缘，以后会有好处。10两银子的梨子，倒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作用。王莹莹笑着坐在女子身旁。这一世，她比之前更早与师傅相遇，拜在了师傅名下。马车里的王莹莹没有看到是什么人卖梨，而穆小暖自然也没有去注意。母亲正是给我们买的弓吗？放好东西就去睡觉，明天再说。周二郎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是激动的。而周三郎却是去好好的给马添了草料，这才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小七已经断奶了，在屋子里现在满地的爬。看到穆小暖的时候，激动的不得了，想要穆小暖抱。哎呀，小七脏，你看你弄的都是土，一会儿蹭母亲身上了。小七长牙了，长了2颗，它现在可喜欢咬人了。母亲这身衣服好看，
四丫长大了也给母亲做衣裳。想学做衣服啊？想。穆小暖认真思考起来，一会儿还是去找武大娘问问。母亲，我想看看那刀行不行？刀太锋利了，等明年。不过可以拿弓出来练习，先从拉弓开始，每天300下。等能够轻松拉开300下，再涨到每天500下。什么时候能够每天拉够1000下的时候，我给你们买剑回来。真的吗？那母亲，要是我直接能拉1000下呢？还不会走呢，就想飞了。哟，穆娘子来了，这怎么还拿了东西？有件事情想要来找您问问。这是在房州看到的新夏布，卖得不错。我看花纹也好看，想着给您带一块，说不定您看一看也能够织出来呢。我看看。对了，你说要问什么？我想给四丫找个女师傅，让她学绣花制衣。你这一问要是别的人家，我肯定就含糊过去了。咱们村确实有个人会绣花制衣，不过他一直没收徒，他性格有些古怪。他放过话，说想要学他的技艺首先手脚要好，然后就是要给他养老，1日3餐，需要接家里去供养着。那大娘今日忙不忙？我把四丫捎上，带去看看。要是成的话，我也好把屋子收拾出来，拜师礼也准备上。行，你们2家一个在村子最东边，一个在村子最西边，没有交集，不知道也正常。母亲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给你找个师傅。你不是想要学做衣裳吗？等你学会了，在你出嫁前，家里的衣裳大件小件就都包给你了。吴奶奶好。四丫乖，一会儿这嘴也要这么甜，知道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也不找个大夫看看。我带个人来，他家女娃子想要找个师傅，你们互相相看相看。老毛病了，你知道我的规矩的。既然是你带来的人，那就看看。四丫过来叫人。梅婆婆好，我叫周四丫。梅大娘，你是那个做后娘的？是。这孩子还行，不过不知道天赋如何。我的条件你应该都清楚了。他要是拜我做师傅，以后你们家就需要供养着我，哪怕他将来出嫁了。该给的束绣我还是会给的。孩子既然拜了师，师傅就有教导之责，他自然也有给师傅养老供奉的义务。1年10两银子，布料针线由主家提供，吃喝住行也是主家出。好，不过家中屋子还是需要收拾收拾的。明日我再带四丫过来行拜师礼，将大娘接去家中。东西拿回去，以后我就是有人供养的人了，别整日里来接济我。行，还以为你会拒绝呢，我这不就顺便带了吗？你这院子也没什么东西，花花草草的，周家也有种。这穆娘子到了周家之后，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。人家有本事，能从拍花子手里救人，你能不能？他们家那马养的可真好啊！人家有本事，那病马给救了回来，这样的便宜也不是谁都能够占得到的。就是送到你面前你说不定都不敢靠边儿。行了，赶紧的拔草吧。最近这地里的草长得太快了，不抓紧的拔了，那粮食都长不出来了。穆小暖有了个想法，不如把这山地给买下来，到时候杂树一清理，果树长起来了，自己不就有了一片果园了吗？家里总要有一个收入来源才行，不是吗？
穆小暖找了村长，村长此时也正在发愁呢。穆娘子怎么来了？我想来找您问问，我家后山的山地卖不卖？家里孩子多，种地种不了。那后山离得近，还有不少野果子树。我想着圈了起来，下陷阱什么的方便，多少也赚个钱。买地我也种不了。卖，不过这山是一整个卖的。你家后山那一片连着山头翻过去，得60-70亩地，你能吃得下吗？这太多了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看你很着急的样子。要征军役啦，家家户户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的钱。这山你要是想要，村子里一起商量便宜一些，你都要了，别家也拿不出钱来，到时候山你只有一半，别人去打个柴火什么的也说不清楚。村长，那山要多少钱？我看看能不能凑凑。不行的话，我就去找老大的先生先借一些，将马儿抵给先生。这山地虽然不像田地，但是山里也有产出，树木可卖了，1亩地折合下来也要2两多银子，哪怕村里再积极算小一点，算60亩，也要100多两银子。若是真有了100两，剩下的拿去打通官府，一户也能分到差不多2两银钱，家里再凑点，能少一个人去上战场。这山咱们村能够做得了主吗？这个自然是能的，要是你看中旁边的山或许麻烦一些，但是你家后山那一座是属于周家村的。那大概需要多少？有个准数。我看看要是能够借来，村长再跟村里人说。不行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120两，有120两，官府那边红气也能给你盖下来。那好，我明天就带着马去老大先生那儿问问。虽然马儿买回来的时候不是很贵，但是养好了，多少应该能够卖上价的。先跟先生借着，不然直接去马市卖了，肯定卖不了多少钱。母亲，黑贝呢？黑贝在你大哥那儿，等他学会了骑马就能骑回来了，然后让他教你们。你们最近不是在练习拉弓吗？就开始学字了，让你大哥照顾一段时间。周三郎有点失落，也不知道大哥能不能照顾好黑贝。穆小暖进山种树去了，山里的野葡萄、栗子、山楂、酸枣、梨子这些，穆小暖都留了下来。周家安静的几乎要让人忘记了。穆小暖沉浸在自己的果园基建中。大哥真辛苦，下次大哥回来，老三你多炖一些肉给大哥吃，将来大哥是要考科举的人呢。周三郎点头同意，这字实在是看着会了，动手一写就忘了。时间不知不觉到了芒种，周炼之也迎来了第一个长假。周大郎是骑着马回来的，村里的孩子全都眼热了。母亲，我把黑贝带回来了。回来了正好，把地收了，再重新种上。在家的这些天，黑贝可以借给村民们耕地。关于村里人说什么，你只需要回答马儿是先生让你带回来的就行了。大哥，梅婆婆，这是我家大哥。四丫听到声音走了出来，高兴地给自己师傅介绍。周三郎则跑到了黑贝身旁，将黑贝带回了家。梅婆婆好。既然回来了，那就先吃饭。对，大哥，快吃饭吧，要下地了，抓紧的弄好，晚上还要熬果酱呢。那位梅婆婆是谁？那是小四的师傅，现在住咱们家里，以后也会住咱们家，还教我们识字呢。吃了饭，兄弟几个都下地去了，小双胞胎都没闲着。村里人见周家的地一动，顿时过来帮忙来了。大郎是第一次干这活，不习惯很正常。而且你那手是拿来写字的，跟我们不一样。要不然你去田埂上站着，很快就割完了。不用，家里的地平日里都是母亲跟弟弟们打理。先生特意放忙假，就是想让我好好劳作的。如果兄弟们都能做，我也能。
周家的地一个上午都没用就收割好了。叔伯等一下，母亲说这些天让黑贝帮大家将地给翻了，先生放了10天假，黑贝能够在家里帮10天。这真是太谢谢你娘跟你先生了。行，我们一会儿先将你家的地给弄出来，然后村里轮流着，绝对不会让马儿受了的。啊，忙完了，家里的果酱也囤了很多了，这些果酱1罐20文，这是最低价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卖掉，能卖多少算多少，赚的钱都是你们自己的。早点把你们的田地赎回去，还有旁边的房子，该修的修。你们慢慢长大，一人一间屋子少不了的。好呀，那明天我带老三去，双胞胎在家里干活。大哥也累了那么多天了，好好休息几天，不然又要去学堂了。穆小暖看向了周大郎，那眼里的意思，周大郎顿时挺直了身板。明日我与弟弟们一起去，我是长兄，母亲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弟弟们的。好，你们自己商量，要是这3天你们卖不出去，我就自己去卖。就用推车推去镇子上就好了。之前母亲带我们去卖炒栗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很简单的。这果酱与栗子不一样，普通人家不一定舍得吃，而且母亲给的20文1罐，不是说让我们卖20文，而是不能低于20文，只有超过了20文多出来的那些才是我们赚到的钱。那要怎么卖？去县里，明天借果酱都背上一些，我们一起去县里看看，县里比镇上富裕。那好，听大哥的。要准备试吃的，20文1罐呢，这随便尝一下就1文钱了。放水里啊，甜甜的，香香的。对呀，小六聪明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到时候带上竹筒装上水，拿一点果酱放进去搅开，甜甜的，1文钱的果酱能够好多人尝了。明天带几瓶，得把账记上。二弟都学会记账了吗？不会，不过母亲说让我们习惯记账，以后要自己管家的。家里面现在添置东西都是要记账的，没记的那都是母亲的。你记得这玩意儿，你还认得出来吗？认得呀，小5小6都认得，不信你问他们。那你将这些都给我说一说，我给你重新整理一下。不是都开始学识字了吗？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学了，不过太难了，比种地都难。不过母亲说至少要学会3000个字，明明之前说长大就能拿刀的，结果还要认字，太凄惨了。哎，对了，都忘记说了，我请先生给你们都取了名字了。等我给母亲看过之后，让母亲抽空去给你们把名字改一改。你自己看着办，老二管着钱，拿了钱去找村长，让村长帮忙。为首的是儿子的名字周炼之，老二弘之，老三广之，老五润之，老六景之，四妹叫清婉，七妹叫轻柔。行，你们的户籍也在老二那儿，要是不放心他拿，以后就你自己拿着。我们也有大名了。一会儿我教你们写自己的名字。大哥，我们明天不是还要去县里吗？不然今晚早点休息。时间还早，今晚不用熬果酱了，正好拿来练字。一个晚上就记1个字，难不成你们都记不下来？那这样下去，3000个字，岂不是需要10年时间你才能拿刀？大哥，我要是明年就想要练刀，每天要学多少个字啊？个字吧，母亲对你们的要求也不高。我如今虽然入学还未1年，但是已经认识了不止3000字了，所以你也可以的。大哥，我觉得我不太行，想想你的刀。第2天一早，周大郎就带着2个弟弟背着果酱出门了。大哥，人这么多，不然我们先试试叫卖，这样吸引的人多。就这里吧。卖果酱啦，酸甜可口的果酱，可以直接吃，还能兑水喝。果酱是什么？是果子熬制的果酱，酸甜可口，放了蜜糖的。别看这小小的一罐，只要这样一勺，就能兑这1竹筒的水，味道都还十分的香。大叔尝尝。不了，这甜唧唧的东西哪里是大老爷们吃的？周二郎闻言有点愣，然后就想冲过去，却被大哥给抓住了。大哥，不要冲动，我们是来卖东西的。各位叔伯姐姐婶子们都来看一看，免费品尝，自己吃送亲人，滋补养颜，味道好，多种口味选择。枇杷果酱有化痰止咳、和胃降气之效，家里老人孩子咳嗽不喜吃饭的最合适不过了。走过路过的看一看，尝一尝，不要钱。
你这果酱尝一尝，真不要钱？我给大叔倒一杯，这个就是枇杷的，味道香，枇杷又叫金丸，可入药的，再加入蜜糖，滋补润肺。你这果酱多少钱一罐啊？这个是枇杷果酱，一罐能有半斤，得用好几斤的果子才能熬出来，又添了蜜装了罐，一共30文。您是第一个客人，我们还有树莓味儿、桃子味儿的，您一次拿2罐，收您50文，仅限前3个客人。果酱熬煮需要时间长，还需要耐心，不好做。我们几兄弟一共就做了这么多，山里有野兽的，果子不好寻摸。您看，您可要拿2罐？那我就要2罐枇杷果酱就好了。好，这果酱开封之后能放10天，不开封能够放1个月。喝点水，走了一路了，你们不觉得口干吗？刚收了钱，这边就有巡逻的过来了。小孩，在这里摆摊可是要交钱的，看你们摊位小，5文就行。差爷等等，这里刚刚兑的甜水，您先喝一碗，我这就给您拿钱。差爷先喝点水，我这就拿钱。周大郎双手捧着碗递了过去，然后去拿钱。小子不错啊，你也尝尝。这是摊位费，劳烦您了。行，继续摆摊子吧。不过你在这里不太好，进进出出的。再往前走一走，这茶水按碗卖，比这样一罐罐的强啊。不是说可以免费试试吗？是的，您稍等。你们这儿有几种口味的？一共4种，一罐30文。之前不是说2罐50文吗？你给我拿4罐，1个口味1罐。这只限前3个客人，不过您是第2个，自然也是2罐50文。大哥，要不然我们也卖茶水吧？之前那位差爷不是这么说的吗？是您有时间，还是母亲有时间，天天摆摊看茶铺？不着急，让我再想想。还以为你们几个不来呢。那桥边有块石头看见没？你们可以在那摆摊。对面卖点心的王婆婆家有井，你们可以花几个钱从她家弄些井水出来。刚才那果酱给我拿2瓶对，我白拿你们的。太谢谢您了。也不知道先占地方。行了，给我拿吧。差大哥，您家中可有老人姐妹？要是有老人，我再给您拿1罐枇杷的，止咳润肺。若是还有姐妹，可以试试树梅子的。那就1罐枇杷，1罐树梅子的吧，一起2罐就行。叫我王大哥就行。那王婆婆是我家亲戚。王大哥，这1罐是感谢您的，这2罐您是我们第3个客人，1罐30文，2罐50文，您拿好。不占你们便宜，井水你们可以直接去王婆婆家里打，我已经说好了。这碗是借的，你们用完可以直接在河里洗干净送回去。行了，好好赚钱吧。大哥，我们这是遇到好人了。果然，茶水比直接卖果酱卖得快。路过的看着新奇，1文钱1碗，还是甜的，都乐意掏个1文钱喝上1碗。等下午的时候，居然卖完了。收拾一下，我们去还东西。3人出城，一辆马车却疾驰而过。要不是周三郎及时将周二郎给朝后拉，只怕要让马车给刮倒在地了。让开！快让开！马儿发狂了！这人也太坏了吧！之前怎么不喊？周二郎感觉到了深深的恶意。周大郎没有说话，看了一眼那马车，一连撞翻了好几个出城的百姓，然后才被官差拦下。马总算是控制了下来，一个小姑娘从马车上被抱了下来。走吧，再晚回去天就该黑了。回到家，3人将铜钱一个一个的清点出来，一共赚了325文。哇，今天赚了不少了呢，可惜带去的少了点，明天我们再多背一些，肯定能卖得更多。穆小暖可不管周大郎心里想什么，在屋子里拿纸笔写画画起来。刀法他不会，但是杀招他会，能够进入清理队伍，而不是在基地里用异能做种菜任务，他的自身体能是不会差的。然后丢给周二郎几个。周大郎第2天一早又带着家里2个弟弟出门了。你既然让孩子念书，那就不该让他掺和做生意的事情。
否则将来对她科举不利。婆婆为何今日特意找我说这些？继母难为，老婆子看着这几个孩子都是有良知的人，你呀面冷心热，但是总这番模样，难免会产生隔阂，与你将来不利。多谢大娘关心，不过我将来并没有让他们给我养老的打算，不过是不想养出一群白眼狼。如今这个身份我很满意，就当搭伙过日子。我有我自己的打算，等大郎长大成人了，这些都是他的义务，士农工商什么的，商人地位最低，但我却不觉得，凭自己劳动赚钱不可耻，吸着别人的骨血往上爬的人才可耻呢。唉，你还年轻，他们如今也算是有孝心听话的孩子，若是能够一直如此，你也不用那么冷硬，多给几个好脸儿，他们能够记住你的恩德，与你也有好处。大娘的话我听着了，顺其自然吧。如果不是知道原身的凄惨的下场，或许穆小暖还能对周大郎更温和一点。至死那个女人都没有想过报复，而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能将这些孩子引入正途。大哥，为什么今天不多备一点？周二郎不理解。昨天我们便宜卖了，今天肯定不能再便宜下去，买的人自然就不如之前多。那我们继续便宜卖不行吗？我觉得赚的也不少了。洗果子、削皮、切果子、熬制，哪样不麻烦？几斤果子才能熬出1斤的果酱？三弟守在锅子前不停地搅拌，手臂都酸了，才熬出那么些。白天干活，晚上熬夜等熬酱，便宜卖了，那三弟的辛苦怎么算？自己这个弟弟傻，容易冲动，也容易满足，而三弟直，如同老牛一样的脾气，不怕苦累。我不累的，就跟练拉弓一样，习惯就好了。周三郎没想到大哥是心疼自己，激动地开口：是我忘了，下次我也帮忙。三弟也是，以后可不能这样，闷声吃大亏，在家里还好，出门怎么办呢？今天这些卖了，明天我们就不来了，把生意让出去。今天你们2个负责查摊，我去谈事情。婆婆，昨天帮我的那个王大哥家在哪里您知道吗？今天都没有看到他人。你要找大志啊，他今天应该是在家休息他家不远，从这边往前走，第1个胡同进去，左边那家就是了。谢谢您了，这里是山里的枇杷，您拿着吃吧。王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昨天已经跟今天巡逻的给打过招呼了呀。就知道是您帮忙打了招呼了，这才特意过来找您的。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是山里摘的枇杷，是这样，明天我们就不来了，想着怎么着也该跟王大哥说一声。怎么就不摆了？难不成有人欺负你们了？不是，有您打过招呼，自然是没有人过来找麻烦。我这也是放忙假，回家里帮母亲干活，母亲带着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弄回来的果子熬的果酱，地弄好了还要2天假，母亲让我跟弟弟们把果酱背出来卖了。而明天我又该去学堂了，光是2个弟弟不放心他们，所以明日就不来了。哎呀，那是挺可惜的，你们家的果酱确实不错，不过念书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家这个果酱多吗？我们家在灵山镇周家村，背靠着武夷山脉，山里野果子多，家里地少，就靠进山弄些山货换钱。不过我母亲不好出门摆摊，所以就只能放弃了。不过这2日也赚了不少，我们也满足了。那你想过把这生意盘出去吗？可以吗？我倒是想过找铺子去卖，但是先生说不许我们这些学子与商人过多接触，所以昨天才会在街上直接叫卖的。我有个小弟是走街串巷的小贩，若是你们家能够一直提供果酱，倒是可以合作。这个果酱熬煮起来很麻烦，若是果子不知收不收？这果子不耐放，这样我将我家小弟叫回来，然后让他决定，你们自己商量。那就麻烦王大哥了，我先回去跟弟弟们一起摆摊，王大哥一会儿到摊子前叫我就行。王大哥来了。大家别着急，这茶水果酱肯定还是卖的，
人家小兄弟这儿都没有了，我们家远房亲戚，我们先带人回家了啊。今天王小弟就不去走街串巷了，直接跟着周大郎回家，先把小罐的带回来。等王大治越走越发现这地方熟悉。你们是不是之前被牛家人骗了，卖给拍花子的周家双胞胎呀？你嘴里的那个母亲，是不是你们后娘穆娘子啊？周大郎愣了一下，再看王大治，发现自己并不认识。但是对方说的话让周大郎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。当时在县衙，他眼里就只有后娘的存在，哪里能关注过其他呢？走吧，也算是熟人了。你这生意啊，跟穆娘子做，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。若是他能够从山里弄那么多果子，也不奇怪了。穆小暖听着周大郎谈下来的生意，点头认可了。生意是你们谈下来的，那么外人的事情解决了，算一算我们的。果酱的做法是我出的，果子是我弄回来的，坛子之前也是我先垫的钱，将这部分结算了，以后这门生意5-5分，我只负责提供果子，剩下的买糖熬制装罐的事情，你们兄弟几个负责。按母亲说的算，以后家里就辛苦2弟3弟了。不过这王家一家的生意还不够，不知母亲能弄多少果子回来。山里除了冬天没有果子，1年下来不同的果子多着呢。不过物以稀为贵，我最多每天给你们提供100斤不同的果子。如果只是这样，我们可能需要从村民手里收购一些果子才行了，单靠母亲太累了。这样，3-7分，我3，你们7。你们既然要收购果子，那我背回来的果子你们也按价收了，货源也稳定，收得多了，老院子也能放，慢慢熬出来就是了。真的，不用动脑子还有进账的日子，简直太好了。你知道你这是在做什么吗？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你不一心念书，还分心做那些做什么？我不知先生小时候过的什么日子，但是我长这么大，家里连吃一顿饱饭都不容易。不，应该说整个村子都差不多。如今我能够读书，靠的都是后娘。你既然知道都是靠你的后娘，你为何还要分心想从商？先生误解，学生不是想要从商，只是想要挣钱罢了。在先生眼里，世人慌慌张张，不能只图那碎银几两，却不知在我们这样的人家，不对，是在普通百姓人家，偏偏就是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万种慌张。有了这碎银几两，能保老人晚年安康，稚子入得学堂，平凡人家不缺柴米油盐五谷粮。可没有这碎银几两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再多的梦想都是痴狂。为5斗米折腰，药铺前跪看亲人身亡。先生正直，令世人佩服。母亲特意将我送到先生身边，就是想要让先生管束我。先生知道母亲是因为什么执意将我送到先生的身边吗？周大郎第一次将自己放火的事情说与第3个人听。霍正彦从一开始的眉头紧锁，强忍住训导的话，直到听完周大郎将事情的前前后后讲述完毕。所以学生成不了先生这样正直的人，但是母亲不希望我成为那种牵连无辜之人，希望我明辨是非。我也觉得先生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人呢。霍正彦没有再说什么，挥手让周大郎回去继续做功课。他正直了大半生，牵连了母亲受罪，兄弟、孩子还有妻子那抱怨的目光，一次又一次的在眼前闪过。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7月了。小七要满周岁了呢。对了，母亲，您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啊？2月初1，早就过了。那等母亲明年生辰，我给母亲做一套衣裳，这次肯定不会忘了。7月初7，乞巧节可是个大节，尤其是对于学针线的小娘子来说。大娘您决定就好。梅婆婆为此只能没好气地瞪了穆小暖一眼，然后带着4丫采买去了。穆小暖觉得最赚了的事情就是请了梅婆婆这个女先生。天气热了，果酱变得不耐放了，穆小暖就想起了果皮丹。
果皮丹比果酱麻烦，但是却更好卖，并且更耐放。牛皮纸包裹好，运送也方便，不怕坏。穆家村。喜儿，你看，这是卖果子的钱，我给你扯了块布，剩下的钱都在这儿了。你挑着果子去周家村了？今年这果子结得多，镇上卖不上价，去周家村进，顺便看看大姐。谁让你去周家村的？他那么有本事，怎么不把做果酱的方法告诉你？他现在大鱼大肉的住着青砖瓦房，哪里还记得你这么个弟弟？白影就差派人将周遭这一片挖地3尺了。找人找不到，找果子也没找到。那么丑的梨，那么明显的特征，可是不管房山还是襄陵，甚至连与抚州交界的村庄都派人去查了，都没能找到。梨跟人都像突然出现的一般，一丝消息都没有。师傅，我们为什么要在长平县开药铺啊？在宁陵不好吗？那里人岂不是更多？长平县紧靠武夷山脉，日常带你去采药也方便。若是去了宁陵，多少太麻烦了。你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学好医术，有了强大的本事，你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师傅，这是新出的果皮丹，徒儿买了一些回来给您打牙祭。中秋佳节对于富贵人家来说是赏月品谢的好时候，普通百姓却要开始为秋收做准备了。行了，果酱还有果皮丹的生意停几天，休息1天，准备把地里的庄稼收回来，还要交税呢。今年多种一些冬菜，去年的时候就种了一点，开春就吃完了。好，母亲先休息，我们把这里收拾干净。周大郎也赶在晚饭前骑马回来了。大哥，快洗手吃饭了，梅婆婆还做了鲜肉月饼，可好吃了。老三过来想要将马牵走，家里现在不好关马儿了，毕竟晒着果皮丹呢。不用，我先把黑贝拴在院子外，让它吃一些草，一会儿吃完饭后再把黑贝拉回来。母亲，这是先生让儿子带回来的节礼，还有这些是这几个月的收入，您收下，账本在这里。先吃饭。鲜肉月饼、蒸河蟹、红烧鱼、韭菜炒河虾、凉拌黄瓜、蒜泥茄子、烧白肉，以及一道炒青菜配骨头汤。母亲说接下来要忙着秋收，我们几个的生日就一起过了。大哥，你看丰盛吧。这些柿饼虽然没有完全晒干，但是大哥你带着去挂窗沿外晒着，再晒几天就好了。还有果皮丹，这是一包山货，这还有一些鲜果，大哥都带上。母亲说要尊师重道，所以大哥记得给先生送去一份。周二郎喋喋不休地说着，周三郎默默无声地装东西。四丫拿出了一双鞋，还有一套衣裳。大哥，这是我做的，不过我现在的力气还纳不了鞋底，鞋底是婆婆帮忙弄的，大哥的鞋都要磨破底子了。可给母亲做了？还没，我准备等到母亲生产的时候，我现在的手艺还不够好。大哥哥的衣裳是自己拿来练手的第一件成品。谢谢四妹，下次回来给你带一块实心的布料。谢谢大哥哥。穆小暖生出了一个主意，要带老二老三去边城看看。母亲真的要带我们出远门？先带上你们一起去你们大哥那儿认地方，把马弄回来。不是想学骑马吗？把你们的弓带上，箭头已经打好了，费点时间弄竹子，箭也有了。这半年赚了60多两，是他们之前不敢想的。这些钱供着大哥读书，家里的房子等明年了再盖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后娘不让现在盖，但是听后娘的准没有错。母亲，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啊？难不成你们想出门光花钱？穷家富路的不多带点儿，准备什么都花钱买啊？我带你们去练骑马的，找个合适的地方弄个茶摊子，能休息能赚钱，又不耽误教你们骑马，家里就劳烦大娘了。去吧去吧，男娃子家的整天在家也没出息，
就那2亩地能做什么呀？梅婆婆如今完全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了。周二郎、周三郎看着霍家的门匾，这才意识到大哥念书的地方不一般，就有些拘谨。炼之今日去练骑射了，倒是没想到木娘子今日前来。本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想要带着这俩孩子四处看看，增长见识。若是有缘能遇到什么合适的师傅也好，无缘便当游玩一场。那丑梨不知今年可有？家母每年入秋喜咳，霍某见家母吃了那丑梨后咳得变少了，胃口也好，便惦念了些。有，不过丑梨还要晚一些才有，现在才这么大的青头梨，过了重阳，梨子应该就快下来了。那就麻烦木娘子多给留一些，届时我让管家去取。好。这2个孩子不错，可开始认字了？回先生开始认字了，不过我跟老三不像大哥读书厉害，到现在只认识了300多个字，还在学。那也不错了，好好学。母亲说等学会了3000字的时候，就能让我们学刀了，我会努力的。喜欢习武？若不是自己提前知道这2个比炼之小，都要以为这2个才是哥哥了。喜欢，我还想当大将军呢。啊，不错，有理想。那就更应该努力了，做大将军都要认字，不认字只能当小头目。周大郎回来了，得知母亲带着弟弟来看自己，心里高兴。母亲要带着弟弟们去学骑马吗？其实西品县就有合适的地方，母亲可以在这里多住几日。不了，不给你先生添麻烦。你好好学，学到的都是自己的。等他们俩学会了骑马，以后你们兄弟出门就方便了。穆小暖第2天就骑着马，带着2个小的走了。平日里老三照顾黑背最多，老三先在前面看着，轮流来，今天先看着。周三郎感受着迎面吹来的风，感受着身后的温暖。这就是娘吧，跟之前的娘不一样，但是这就是娘，那暖暖的感觉，只有在娘身上才能感觉得到。很好，就这儿了。你们2个生火做饭，我来把棚子搭起来。竹林里不缺竹子，穆小暖速度又快，顶盖好了，又用竹子弄了墙，一间小竹屋就落成了。第2天一早，2个孩子起来，在林子里拉弓练箭。哇，三弟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居然3次就射中了兔子，我们今天有肉吃了。二哥也很厉害。不用谦虚，我不一定有你的准头好。走，我们去把箭捡回来，母亲该起来了。行了，你们今天就在这片林子里面练习骑马，不用着急跑，让马儿带着你们走，学会拐弯掉头，控制好马。穆小暖将茶摊子摆在了距离路旁有5米远的地方，2个桶1个壶，穆小暖开始了卖茶水的生意。听到有人就吆喝一声，没人就继续闭目养神修炼。哎，你们这都有什么茶呀？都是巴州现在时兴的甜水，有桃子味的，有梨子味的，还有枇杷味的和杏子味的。如果客官不喜欢甜的，还有粗茶，粗茶1文钱1壶，甜水3文钱1壶。就桃子的，再来2壶吧，给我灌到水囊里。哎，你这果酱卖不卖啊？卖的，这竹筒1竹筒15文。给我都装上1竹简的。生意不咸不淡，时好时坏。周二郎、周三郎2人在林子里练习骑马，如今已经是像模像样了。母亲，你们2个不要出去，都小心一些。我出去看看。不能再让他往前跑了，拦住他！要不是老子中了毒，还能让你们这些鳖孙给拦住？拿着弓箭，穆小暖换了个位置，对准来人拉弓放箭。
原本应该射中了少年的，却被一个窜出来的黑衣人给挡下了。我去！不好，撤！追杀少年的黑衣人以为对方来了援助，这暗夜中一箭毙命，不可小觑。不过明天一早得走了，这地方待不了了。发现有死人，少不了会盘问。这人真会找地方躲，躲在了白天摆摊的竹桌子下面。进城再出城，找了个地方将人丢在了地上，然后骑马走了。白影这一次看到了背影，确认自己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带他一程，但是这个恩他记下了。母亲，你为什么带那个大哥哥一程，又把他丢下去了？那就是个麻烦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不过人救了就可以了，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。这个冬天来得早。母亲，屋子里变得好暖和呀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把火墙烧了起来，就是费些柴火。你们没事的时候去把山脚的柴火搬回来。现在没下雪，慢慢背，免得下雪的时候上不了山，家里放不下就堆外边。知道了。去搬个白菜回来，今天包饺子，再拿一些木耳蘑菇出来泡上。婆婆，这个饺子没封口，煮的时候会掉的。这是蒸饺，饺儿不仅可以煮着吃，还能蒸着吃、煎着吃，或者下油锅炸，里面包上甜甜的豆沙馅儿，炸出来的饺子金黄灿灿的，入口酥香。里面的豆沙软绵香甜。哇，光听着就觉得好好吃啊！想吃家里有豆子，不过我不会做豆沙。豆沙不难做，先把豆子泡透了，然后煮熟，能捏烂了就捞出来，用纱布揉搓碾碎。不想那么麻烦的，也可以直接放锅子里，用勺子一边炒一边碾烂，慢慢的放入油跟糖，炒到黏糊就可以了。穆小暖多看了梅婆婆2眼，这是个有故事的人呢。穆小暖舒舒服服的猫冬了。村里不少人家都冻病了，出门的人是越加的少了。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周二郎居然带着老三进了山，并且还打了一只羊回来。你们2个胆子也太大了，怎么就敢背着大人进山的？梅婆婆也是被2个孩子给吓到了。倒是穆小暖没说什么，见2人没有受伤，就开始催2人把羊给收拾出来。大冬天羊肉炖萝卜配上红酒，简直绝了。周大郎回到家的时候都不敢相信，小七居然成了个小胖妞，第一下差点没抱起来。大哥回来了，我们今天又可以炖羊肉锅子吃了。家里怎么这么暖和？是母亲弄的暖墙，在厨房里烧火，整个屋子都是暖和的。大哥，你怎么又瘦了？周二郎过来看自己大哥，带我去看看。大哥，还是先坐着暖和透了再出门吧。呲牙去给你兑姜汤水了，一冷一热的容易生病。越发觉得自己大哥瘦瘦弱弱的，那胳膊跟自己比完全比不上。大哥念书还是受罪了。先生今年提早放了假，说是周边发生了雪灾，这次可以在家里待到初10再去了。哼，那大哥不是能在家18天？差不多。呀，大哥也长个子了，刚好我可以给大哥把衣裳改一改。2哥、3哥他们今年都改了好几次衣裳了。周二郎自己长得快，之前就已经超过了自家大哥，所以只发现自家大哥瘦了。老二，这个姜枣茶家里可还有多的？有啊，咱们地窖里还藏了老些姜呢。麻烦二弟帮忙抓上一些，我送去给先生。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不过大哥，你让我去吧，我都好久没骑马了。想去就去，不过路上要小心。出门正好买肉回来，多买点，看到好的都买。过年的东西也一起买了，东西今天送有些晚了，明天你们早点去，你跟老三一起去，可以互相照应。好。
老二老三一大早就做好了早饭，然后出门了。劳烦通报一声，我们是周家村周家人，来给霍先生送年礼的。你们兄弟二人怎么来了？天寒地冻的。来给您送一些年礼。昨日大哥回家，看家中姜枣糕不错，惦念着老夫人跟先生，想要亲自送来。我们兄弟两个就带大哥来了，顺便买一些年货。不过我们对西平县不熟，还得麻烦先生给派个人陪同，等买完了东西正好骑着马儿回家。母亲说姜枣糕驱寒补气，里面除了姜还放了红枣、黄芪、桂圆和枸杞。有心了。管家，让府上的采买陪着他们去逛逛，一会儿吃了午饭再回去。因为寒冬，今年的姜价格十分的贵，贵不说，还很难买到。看着那满满一背篓保存良好的姜，霍正彦心里高兴又欣慰。两人一样一样买下来，背篓也满了，一人还背了半扇猪肉。路上的人都震惊了，一是因为肉，二是因为两个孩子的力气，这也太大了。这俩孩子啊是纯善的，看他们吃饭那么香的样子呀，也让人胃口大开。他们的母亲是个不错的女子，哪怕在家中也另聘了先生，教导家中子女一视同仁，不会过度宠溺孩子，他们也是幸运的。都说瑞雪兆丰年，但是雪灾也太严重了，村子又没了一位老人。周大郎这才知道，村子今年一下走了4位老人，加上今天报丧这一位，就是第5位了。极端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是无法抗拒的，说不是我们家里准备充分，今年又赚了钱，比别人家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村里每户人家都送去了2斤老姜，能做的做到了就好，无愧于心。发生天灾都是有一定预警的，例如今年的寒冬，提早上冻，完全能够多准备一些柴火跟厚衣裳，老人减少出门。像地冻，动物们会比人先察觉，猫狗无缘无故的乱叫，老鼠四处逃窜，山林里的野兽没有头绪的乱跑，这些都是危险来临的预警。那要是发生了地冻该怎么办？若是发生了地冻，那就朝着空旷的地方跑，免得被坍塌的房屋压倒，还要小心地裂，掉入裂缝里就跑不动了。而且最可怕的还不仅仅是地冻带来的危害，逃跑的人如果拥挤在一起，还会发生踩踏，一个摔倒就再也不可能爬起来，涌过来的人前赴后继的，能直接把摔倒的人踩死。还有地冻还不是一次性的，还会有余震，更有可能你经历的第一次震动只是警示，不要着急回房屋，多等上1天，或者走得更远一些，一定要朝着宽敞的地方走。若是不幸被困在了房子里，那就躲到桌子下面，抱紧脑袋保护好自己，等地震一过，抓紧离开。母亲知道的真多。行了，烤红薯好了，想吃的自己动手。再不舍，周大郎也踏上了求学的路。周二郎陪着周大郎一起去，然后把马带回来。2月初1，寒冬过去，早早的，周三郎已经将长寿面的面和好了。母亲，生辰快乐！这是我给您做的第1套百福衣，以后年年我都给您做。不错不错，手艺进步居然这么快。母亲换上试试，今天就穿这套衣裳好不好？好，你出去等等，我把衣服换上。穆小暖对新衣服也是喜欢的，为了新衣裳，穆小暖原本还打算弄个发型的，奈何手残，这么大个人连发髻都不会梳。梳子给我。梅婆婆的手很巧，不仅针线制衣手巧，连发髻也梳得十分的好。母亲真好看，以后我还要做更多好看的衣裳给母亲穿。母亲，这是我们做的长寿面，野鸡是我打的，面和汤是老三做的，老5老6帮忙烧的火。好，都坐下，一起吃早饭。哎呀，我忘了，大哥也给母亲准备了东西，我现在去拿。母亲打开看看，这是大哥送的呢。打开了匣子，里面是一把银梳子。哇，婆婆，把母亲头上的梳子换成大哥送的吧。
梅婆婆闻言，将那银梳子拿了起来，替换下了穆小暖头上的那木梳子。都是有孝心的孩子，你为他们做的呀，他们都记在心里呢。大哥太坏了，他居然给母亲买了银梳子，早知道我就给母亲打一个手镯好了。那我明年等着，你们努力点，给我置办一副头面首饰。快，都起来，全部去院子里。怎么了，母亲？不要问，老二老三照顾好弟弟妹妹。大娘，您帮忙看顾小七，这些东西拿好，你们全都在家，除非意外，否则不要出这个圈子。啊！老鼠，怎么会有老鼠跑出来？天哪，那墙头上是什么？如果不是火光，只怕那动物就跳进来了。三郎想起了家里的马，不管不顾地跑了过去，硬是把马给拉了过来。快起来，要地洞了，快起来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，全都出来啊！穆娘子啊，哪里走水了？大娘，你快带着翠儿还有孩子离开家，听我的，越快越好。走水了，地洞了，山里的狼下来了。穆娘子，你这是乱喊乱叫什么呀？你们自己看吧，老鼠都乱跑了，我要赶紧回去了。穆小暖正说着呢，就感觉到脚下晃动了。不好，真的地洞了！不要害怕，院子空旷，火把点着，等待地洞结束。这段时间不要靠近屋子。母亲，西平县熬夜苦读的周大郎刚刚合上书本准备休息，一只耗子居然从屋顶上掉了下来，紧接着不止一只耗子，接二连三的就像老窝被捅了一样。周大郎这一下，整个人都清醒了。快，将府里的人都叫起来，要地洞了！先生快起，要地洞了，动物都疯了！霍正彦能成大儒，见识自然是广的，拉开门一看就知道不对劲儿，他连忙朝自己母亲的院子赶去。老人年纪大了，为了睡好，晚上都会喝安神汤，点上熏香，轻易叫不起。快，去通知外边的百姓，让大家都出屋子，越快越好。府里的人也全都往外跑。先生，给老夫人穿厚实一些，我们直接把人背出去，不能等。霍正彦闻言也不再顾忌，直接自己动手给母亲穿戴厚实，然后背在了背上。然而地洞比他们想的来得快，刚走出一个院子，还没能赶出去，就已经地动山摇了。这一夜地动来得猝不及防，房屋倾倒，大地裂开。以西平县为中心，方圆100里都有所感。抚州、房州、象州、江北以及黎州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影响。我劝大家不要回去，再等等。地洞之后会有余震，没有人知道余震什么时候会来，也不知道余震大小，多等等总不会出错的。穆小暖说了一遍，也就不再劝了。在晒场上找了一块地方安顿好家里人，他利用火把烧了些热水，然后把干料拿了出来，让老人跟孩子先垫垫肚子。大娘，让翠儿嫂子也喝一点热水，吃点东西吧，孕妇受了惊吓不好。翠儿喝了些热水之后，原本感觉疼的肚子都舒服了不少，又吃了点干粮之后，这才逐渐的从害怕中走了出来。母亲，大哥那边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去一趟，你们保护好弟弟妹妹还有梅婆婆，知道吗？我不回来，你们不要回家。穆小暖也有些担心，背着一个背篓就走了。也幸好没有骑马，这地动山摇的，到处都不容易过。先把背篓装满食物跟水，还有伤药，这才朝着霍家的方向走去。穆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管事，发生了地动，把家里安排好了，我就赶过来了。路上的路全都坏了，人还没找到吗？还没，老爷带着炼脂去接老夫人，但是老夫人的院子我们在翻，可是却还没翻出来。我来帮忙，你也先喝点水，要是您也倒下了，就更没人指挥了。穆小暖是在用异能寻找，废墟底下长出来了一层小草。快来人，人都在这儿呢。炼脂，坚持住，你母亲来了，来救我们了。桌子搬开，下面的3人显现了出来，好一对难师难徒。作为镇点中心，房子是一间都没有了。弄个板车，再来2、3个人跟我一起把人抬回周家村吧。
这里现在是待不了了。管家对此也十分的赞同，虽然不清楚周家村的情况，但是穆娘子能够全身而退的过来，还给他们带来了粮食跟药，那应该比他们这里好。回到周家村的时候，天都黑了。母亲，我回家一趟，你们烧一些热水给先生他们喝。家里要是能够住人，一会儿我就来接你们回去。给屋子加了把火，暖和一下，又烧上热水下了米。穆小暖去晒场接人，屋子腾出来了，结果霍正燕跟周大郎都毅然决然的要搬到旧院子去住。本来来就是麻烦了，之前是情非得已，现在既然已有了住处，霍某理应搬出去，就是家母劳烦穆娘子帮忙照顾了。既然先生如此决定，那就这样吧。2个伤患被抬去了旧院子，2个壮汉也跟了过去照顾。霍老夫人倒是跟梅婆婆很能说上话，身边虽然没有了伺候的丫鬟婢女，但是霍老夫人也并没有不适的感觉。霍正燕伤了手，其他的却好好的。周大郎伤的是腿，虽然不能走动，但是手没问题。所以除了头2天休息，霍正燕又继续给周大郎授课，同时还接管了剩下的几个男娃娃。穆小暖看着家里的井，最终还是决定出钱在村里掏一口井。挖井？这个时候挖什么井？村民好不容易把屋子修缮起来了，距离夏收也快到了，这地里忙都忙不过来呢。